超出挂嘞，这车速超出啥嘞？这车速的服我了，没出目标挂嘞，这车速超出狂，这车速超出劲，这车速超出，哎呀，我操 BS！ 太饿了吧，前胸贴后背，早上只喝了半碗能照见人，却几乎看不见米粒的高粱米粥，这也能叫米粥，真是可笑。可丁小白笑不出来，现在能有这样的米粥喝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就这还是爹娘勒紧了腰带，给他们几个小的省出的口粮。不行，我得出去找点食吃，总不能就这么干等着饿死吧？可这大冷天的，上哪儿去找吃的呢？大壮、小朵在家等姐姐啊，姐姐出去一趟，很快就回来，你们不许乱跑，好好在家待着，听到没有？见两个弟妹乖巧的应了，面一股冷风。丁小白缩了缩脖子，刚要迈步出门，就听到有人扬声喊着：“还赖在炕上暖屎窝子呢！一屋子扫把星，糟烂货，赶紧出来，把院子扫了，去河边打水，水缸不打满，今天谁也甭想吃饭，饿死你们几个懒蛆！”丁小白跺了跺脚，又缩回了屋里，见两个小的掀开了被子就要下地，他把两人又给按了回去。大壮、小朵，别理他，知道吗？就在家里待着，等姐姐回来。这大冷的天，你们连个厚实的棉袄都没有，再冻坏了，更要花银钱了。弟弟大壮才6岁，妹妹小朵更是只有4岁。那位正头奶奶也不知道把心长偏到哪了。爷爷、奶奶、大伯、大伯娘、二伯、二伯娘、四叔、四婶，再加上这几屋的孩子，10好几口子的人，却没有一个人会善待他们一家。这个身体的原主，就是因为去河边给家里打水，没踩稳，才掉进冰窟窿里淹死的。要不是正好也有人过来打水，把小姑娘从冰水里捞了出来，他丁小白恐怕连住进这身体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小白毅然决然地出了院子，太冷了，他感觉自己如果再待下去，下一秒就会被冻成冰雕。这个原主的身子骨太弱了吧，落下的病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养好。算了，想这些有什么用？日子总是要过的，在我丁小白的字典里就没有妥协这个词。这是他病好后第一次走出家门，脑子里又没有存留半点原主的记忆，他也只能凭着感觉蒙走了。郑雄啾啾气昂昂的阔步前进呢，哪想到脚下一绊，哎呀，该死的，人倒起霉来，真是喝凉水都塞牙。突然模模糊糊听到了些什么声音，小白起身小步的挪动着，一点点地往声音传来处靠近，然后趴下。我的天，那是什么？哦，终于让我找到了。看着在陷阱里挣扎的兔子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小兔子，真是对不起，你今天只能填我的5脏庙了。你在干嘛？一声突如其来的询问。你是谁？看着眼前突然出现的小少年，丁小白又惊又喜。惊的是可能有人要抢走自己的食物了，喜的是可能有人会帮忙。你又是谁？小少年没有回答他，反而声音冷冷地反问道：那个，我能不能求你个事儿？你能不能帮我把里面的兔子抓上来？是我先发现的哦，不过我可以分你一半。你发现的就是你的。当然啦，我先看到的当然就是我的啦，你就说帮不帮吧，不帮的话就赶紧离开，别在这碍事儿。哎，那是我知道是你的，你总不能生吃吧？还是说你能拿回家去吃？小少年拎着野兔子在丁小白的眼前晃了晃。这东西确实是不能拿回家，否则别说你想饱餐一顿了，恐怕连根兔子毛都再也见不着了。哦，你知道我家里的事儿？村里人谁不知道啊？村委的老丁家，他家又没穷到吃不上饭，能饿着的也就只有丁老三一家了。真不知道丁家老两口是咋想的，家里4个儿子1个女儿，怎么就那么看不上丁三叔呢？丁小白在心里翻了个大大的白眼。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偏偏没有接收到原主的半点记忆，这个穿越真是有点糟心。小少年说话的功夫手也没闲着。原来你经常在这里吃野食呀，设备还挺齐全的。丁小白赶紧凑过去，伸出双手去烤火。那外面的这层已经熟了，你先吃吧。小少年片了2、3片烤得金黄的兔肉，用树枝插了递给他。谢，连声谢谢都来不及说完，丁小白就急不可耐地把兔肉塞进了嘴巴里。老天，也太好吃了吧！只是能让他吃多少呢？丁小白下意识地瞄向了烤肉架上滋滋冒油的兔子。
不知道小少年会不会按我设想的那样，真的分给自己一半。算了，先不想了，把自己喂饱了再说，不然打架都没力气。不是丁小白贪心不足，吃着手里的，还惦记着正烤着的，他是惦记着家里挨饿的弟妹。我吃饱了，剩下的你吃吧，我帮你把肉片下来，省得你不好啃。说完就见他从怀里掏出一块油纸来，少年熟练的把剩下的肉都片在了油纸上。我走了，烤着火吃吧，走时别忘了把火灭掉。对了，我忘了自己刚才是因为迷了路才走到这里的。哎，你等一下，下山的路怎么走啊？你能不能帮我指一下？麻烦你。小少年听到丁小白的喊声，脚下顿了顿，却没有回身，脸上的笑容却是压也压不住，抿着唇伸出手，朝着偏走的方向指了指。你先走到那棵树，然后一直顺着山坡往下走就行了，直接就能到山脚。见少年人走的没了影儿，丁小白手忙脚乱的灭了火，拎起树枝穿的那一小块内脏，急忙忙的就往山下跑去。如果我脚下能快一点的话，弟弟妹妹说不得还能吃上热乎的呢。这可是肉啊，刚出炉的烤肉，香着呢。气喘吁吁的跑到了家门口，手还没搭上门板呢，就听到院子里传来一声喝骂：死丫头，敢偷吃，我打死你！赵吃了可是饭，我会来不解爱的女人。东院走那个西院走，南边走那个北边去。死丫头，敢偷吃，我打死你！丁小白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打人的是丁家奶奶，挨打的也只能是自家弟妹，其他几房孙子孙女，老太太心疼得很。你打死个我看看！丁小白朝着院子里大喊了一声，手下半点没停，扫帚顺着声音就飞了过去。你竟然敢打我！你个死丫头，不想要命了是吧？你个扫把星，前些天咋不直接淹死你？只会吃不会挣的赔钱玩意儿！丁老太太没想到自己会挨打，还是自己最不待见的二孙女，简直要被气疯了。疼死我了！你个忤逆不孝的东西，要造反那这是！丁三锁，你是死人呐！还不赶紧把你家这个死丫头拉开！老太太完全忘记了，老三两口子被她撵去山上砍柴了。明明家里的柴火都剁成小山了，她也不愿意那两口子闲着。这会喊老三，她哪能听得见？娘，你这是咋了？大锁，快点把这个糟烂货拉开，给我往死里打！看我不把你卖到窑子里去，让那些臭男人把操成烂肉扔到乱葬岗都没人捡！丁老太太吃了亏，骂得更是口没遮拦。丁小白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，抓住丁大锁的手腕，狠命地咬了上去。真是皮子紧了。行啊，我老婆子今天就好好给你松松。这还真要往死里打！不要打我姐姐！丁小朵哭得撕心裂肺，动作就是半点没含糊，只剩一小胳膊牢牢地护着姐姐的背。不许你打姐姐，姐姐刚刚才病好，她都差一点死了。不要啊！你快把记着他送到我的肉咬掉了。丁老太太才醒过神来，赶紧扔了手里的鞭子。我的儿呀，你这是咋了？娘，你赶紧让二丫头把嘴松开，只要这块肉就掉了。娘，你别打她了，得她赔可不是。合着二丫头是死咬着不打算松口了，自己要是再打，大儿子这块肉恐怕就真的没了。可让他给个小辈赔不是，那也是万万不能够的。你个下贱货，打了奶奶又咬大伯，真是半点好名声也不想留了。赶紧撒嘴，我就不让这事儿传出去。这时候忤逆不孝可是大罪名，没出阁的丫头一旦坐实了这个名头，可就休想要嫁出去了。但对21世纪的丁小白来说，却是半点用处也没有。重活一回不容易，可他也绝不想憋憋屈屈的活着。疼死我了！娘啊，你快服个软的，儿子这胳膊要废了。丁家老太太也看出大儿子不好了，更看出来二丫头这回是拼着自己个儿受大罪，也要找不点利息。好了，你个死丫头，算是奶奶错了，不该打你，你赶紧撒口。我和你大伯好歹是长辈呢，你差不多行了。丁大锁却是立马就软成了一滩泥，捂着手腕瘫在地上。娘，快去找郎中，我好疼了。老太太还真是偏疼大儿子，今天这事儿若是换成是自家老爹，老太太打死也不会认这个错的。就你也敢说自己是当奶奶的，任谁听了都会觉得恶心吧？这样的长辈我可不认，你最好给我记住了，为长不慈，还想要我们小辈孝顺你，
做梦呢，每天被你非打即骂，我们凭什么要孝敬你？我没吃你没喝你的，你可别觉得是你养了我，养我的是我爹娘，是他们有一口没一口的把我养大的。我爹娘每天干的活比你们所有人加起来还多，没他们养着，你们一家子早懒死了。你们凭什么还敢欺负我们？求你善良点吧，也就是这次东西不趁手，下次你们再敢欺负我们，我就不是用扫帚那么简单了。说完，伸手搂过吓得只知道哭的丁小朵和龚大壮，反身往自家四面漏风的破屋子走去，气势相当的足。丁小白凶狠冷厉的眼神，确实是把丁家人给吓着了。可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他现在头晕眼花腿软。姐，别哭也别喊，眼泪救不了咱们，反倒让他们乐狠呢。两个小家伙很听姐姐的话，硬是把哭声憋了回去。姐，我听你的。丁小朵也跟着点了点头。姐，你是不是疼啊？哪疼？我给你揉揉。还只是个6岁的孩子呢，乖得让人心疼。东边那一窝大人真是白活了。大壮真乖，姐姐不疼，看姐姐给你们带什么回来。忽然被外面的一声尖叫给打断了。你个挨千刀的，怎么才回来呀？我就白把你养这么大了啊，养了一家子的白眼狼，你个该杀的，心里只有媳妇儿孩子，根本没有我这个老娘啊！咦，谁不知道丁家老太婆最是偏心，这话也好意思说出口，还骂儿子是该杀的，心得有多狠。即便有替丁老三家不忿的，也就是随大流喊2声，跟那老婆子单打独斗是没人敢的。都给老娘滚一边去！我们家的事用得着你们扒墙头吗？先把自家的事儿管好了再说，别光盯着别人。有热闹不看，那不是傻了吗？娘，您这是咋的了？咋的了？去问你的好闺女，大白天的不干活，满山乱跑，回来就发疯，拎着扫帚把你老娘打了不说，还把她大伯给咬伤了，肉都快被咬掉了，出了老多的血，真是个狠心的狼崽子。我可告诉你，等郎中来了，治伤的钱得你出。你大哥要是残废了，我就打断你的腿还他。你个白眼狼，折了10条腿也赶不上你大哥那块肉，让我心疼。跟在丈夫身边的小朵娘李小荷听到婆婆说闺女咬了大伯，整个人都哆嗦起来。娘，您把二丫咋了？没人比她更了解闺女了，憨得让人心疼，不是被人逼急了，怎么可能咬人？你个臭婆娘，自个儿闺女都管不好，你还敢在这跟我咋咋呼呼的，活活干不好，孩子管不好，娶你这么个没用的婆娘回来有啥用？自己不敢跟我老婆子对阵，就指使孩子跟我叫板，叫你使坏。今天要是不打服你，我就不姓孙。娘，你有啥事跟我说，别打小荷，她身子骨弱，万一打坏了，明天可就没人跟着我干活了。他知道娘亲最怕媳妇病倒了不能干活，家里家外的活计全指着自己和媳妇出力呢，赶紧拿这话出来劝。可在二丫头身上吃的亏，不是1-2句劝能解决的。好不容易找这个人泄火，丁老太太哪肯就这么算了，也顾不上干活的事儿了。有什么不能解决的？我来。感情我刚才说的话都听进狗耳朵里了，你是半点没进心呐？那成，我就再说一遍，谁要是再敢欺负我们一家人，我就拎着菜刀来见。杀人了，乡亲们快去帮我们叫李正，我要撵了老三一家子。温馨奶奶3天打我们2顿，却把大房的孩子当成宝。接上一集，老太太碰瓷，乡亲们喊来了李正和村里几位长老。救命啊！李正，二丫头疯了，要砍了我们呢！你给做个主吧！敢跟长辈挥刀的丫头，咱们整个半坡村也就这一个了，留不得了呀！你做主把她卖了吧。哪里？不是要撵自家人出去吗？这一转身的功夫，就变成要把我卖了呢？拿错剧本了吗？三爷爷，你评评理，他们一个个吃得膘肥体壮的，却在屋里葛优躺，让一个4岁的孩子去盛粥端给他们。结果小朵力气小，粥洒了，舍不得那些粥，小朵就用手去抹了自己吃，却被奶奶骂作偷吃还打他。对，二丫头，我知道你们一家子受委屈了，但她是你亲奶奶，再怎么样你也不该跟她舞刀弄枪的。三爷爷，干活挨累我们家认了，可干了活还要挨打挨骂挨饿，这还有天理吗？我今天就要讨个说法，别想把我卖出去，我会护好爹娘和弟妹，也不用您帮忙断官司了。有个孝字在上头，总是我们一家人没理，既然没人能给我做主，那我就只能自己来捞。二丫头，你可不能这样，你才8岁，以后是要出嫁的，就这么坏了自己的名声可不好，以后谁敢娶你呢？真是可笑，在这个家里活不活得下去还难说呢，还谈什么嫁不嫁人？反正我的名声已经坏了，不就是彪悍吗？有什么的，
只要爹娘和弟妹能过得好，这个名声对我来说洒洒水了。我可怜的闺女，都是爹娘害了你，我们不但没保护好你，反倒带累了你的名声，都是爹娘的错。娘，不怪你，要怪就怪我们生在了这样的一个家里，放眼望去也找不出第二个这么偏心的老太婆了。你别怕，有我在，谁也别想动你一根头发，想把我卖了，哼，我又不是不长腿，到时候人家只会以为是仙人跳，让他们来找那一屋子人算账喽，看他们是想坐牢还是赔钱，想想我做梦都会笑醒。嘿嘿，李正，你听听二丫头这话，是一个小辈该说的吗？合着把她养这么大，不但没养熟，反倒养出仇来了。既然这样，我也别操着当奶奶的心，你做个主，把这一家子分出去吧，以后是死是活都跟我们老丁家再没关系。反正留这么个祸害在家里，哪天莫名其妙嘎了，到时候找谁说理去？想把我们分出去，没那么容易。你个臭丫头，我做的决定哪容得你来反对？我儿子就得听我的，我说分出去就得分出去。李正算是看明白了，二丫头不是不讲理的，她只是跟丁家人讲不出理来，才只能来硬的。三叔，父母都在呢，没有分家的道理。我不分，我还要孝敬爹娘呢。我用不着你孝顺，没了你，我还有3个儿子1个女儿呢。你赶紧给我分出去，也省得惹我生气。丁家嫂子，让你家大哥也露个面，好歹是家主呢。他如果也同意分家，我就帮你们分了。我听老婆子的，她说分就分。丁老哥，你给句话，说说想要怎么分？还能怎么分？让他们一家子净身出户就完了。侄媳妇儿，我倚老卖老，舔着老脸说一句，怎么说也是自家儿子，何必呢？既然是我儿子，那就得听我的，这个家我就想要这么分。这么分的话，我们就不分。房子是我爹盖的，粮食是我爹打的，凭什么让我们净身出户呢？你个死丫头，谁让你说话的？分不分家我说了算。你个死丫头算老几呀？我还没死呢。是呀，你还没死呢，儿女都抢着孝顺你呢，那就等你死了再分家吧。嘿嘿，爹，咱们回去吧，今天都挨了打，就让他们做饭好了，一会儿写好了过来吃。丁小白好歹也是商场精英，这种谈判对他来说是小 case， 不过是以退为进的小战术。信手拈来，听说老三一家不做饭还想吃现成的，丁老太太更是压不住火了。我呸，还想吃饭呢，一窝懒货，一粒米也不给你。行啊，那咱们就走着瞧呗，一会儿到了晚饭点，如果我们过来看不着饭菜，我就把厨房砸了，谁也别吃。大伙也看到了，他们巴不得我们一家子饿死呢。啊，对，所以我们不分家，不好意思，给您几位添麻烦了。那我就大方点，他们屋里的衣服被褥可以带走，再给10斤糙米，好歹别饿着我孙子。呸，这样的话你也好意思说？10斤糙米够吃几顿的，没房子没地的，一家人只有饿死的份。三爷爷，我说了，我们家不贪心，只想要公平，可显然这是不可能的。好房子我们也要不起，但我们家现在住的那间破房子得归给我们家住着。家里一共12亩地，4个儿子加老2口，5户，我家吃点亏要2亩，不算多吧？嘿，你还想要2亩地？做梦呢！没让你净身出户就是好的了，还想着占我们家的地。回去好好拿牙签撑开你的眼睛，翻看一下户籍。丁老太太都要被这个死丫头给气疯了，这哪是分家呀，这是割她的肉呢。可老三一家她又万万留不得。你就别想了，祖辈传下来的，谁也别想分出去。破房子就给你，房子里的东西也不用还回来了。至于粮食，就给你们50斤，省着吃喝也饿不死。丁小白心里祈祷着，老天爷啊，求求你让老太婆扛点劲儿吧，别真被逼急了不肯分家，那就得不偿失呢。我们自由比什么都珍贵，我可没精神天天跟他们斗来斗去呀。地是肯定没有的，粮食只给你们100斤，别跟老娘得寸进尺啊，不然就净身出户，毛也没有。行，逼我们不要了，粮食就300斤，这是最后的底线，行就行，不行拉倒，咱们一拍两散，别再磨叽。老三连地都不要了，粮食就给300斤吧，好歹留个念想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谁知道以后啥样呢？行吧，那就这样吧。不过以后年节的孝敬可不能少了我们老2口子的，之前欠我的10个铜板要还50个。老太婆，你脸大到能挡住我家 WiFi 信号呢？侄媳妇，10个铜板怎么还让老三多还钱呢？行了，铜板就别要了，家里的钱也不用分给老三家了。
听丁老太爷提到家里的银钱，丁老太太也不敢再说嘴了。万一让他分钱给老三家，那可亏待了。孝敬老人是应该的，我们不推脱，但也要有个数目才好，不然恐怕有人狮子大张口。李正也算是真正了解了丁老太太的为人，二丫头的这个顾虑还真不是不可能的。清明、中秋，老两口的生辰各给20个铜板，过年多给点，就30个铜板吧，这个数目可行？就按三爷爷说的办，咱们签文书按手印吧，别口头上说好了，再有人不承认。你个小丫头还知道签文书呢，是个机灵的，以后要孝敬你爹娘，知道吗？我知道的，太爷爷，我会孝敬爹娘的，也会孝敬您几位长辈。李正听了这话，心里发疼。多懂事的孩子呀，丁家老两口确实瞎了眼，这么孝顺的一家还要撵出去，有他们后悔的时候。李正写好了分家文书，1式3份，按好了手印，各自收好，回到自家的破房子，看着堆在屋角的300斤粮食，李小河像是做梦一样。咱们真的分家了？嘿嘿，当然，娘，以后你就是当家的主母，再不用受老太婆的气了，咱家的日子见亮了啊！确定，其实还不确定，只是目相对有心机。不见你会想你，再寻找你，找到后又假装不看你。他们说你有点坏，追你的女生都很伤心。可是我永远不会追，我要让你不住，忍不住动心。我21世纪以前人穿越后，实在忍受不了恶毒奶奶。经历了9981难，终于如愿分家。对，你为什么不要那2亩地？咱家以后割啥种粮食？那边到底是你们奶奶，是我亲娘。既然她心疼田地，不愿意分给我，我又何必让她为难？哪里？哼，那原本就是我们家该给的，你倒是孝顺了，手一松就撒了出去。我们以后可要陪着你挨饿的。那边是你亲娘老子没错，这边还是你亲闺女亲儿子呢。对于这个家来说，你是个父亲，你肩上担着责任呢。唉，这人要不是原主的亲爹，我真想2耳瓜子打醒他。衙门现在支持垦荒开地开荒的头几年还不收田税，你放心，爹心里有数，总不会让你们姐弟乐着的。嘿嘿，原来是想好了应对之策。好吧，这个爹看来还不是鱼的离谱。丁小白对他的印象倒是改观了些，也就不再理他了。大壮、小朵，姐姐有好吃的给你们。嘿嘿，烤兔肉香不香？虽然已经凉了，但烤肉的香味还是在破旧的小屋飘散开来。别说2个小不点了，就连丁三所这个大老爷们都忍不住用力的吸了2下鼻子。真香，好多年没吃着肉了。香香香，姐姐快给我1块。娘把肉拿炉子上去烤，热乎了再吃。你这兔肉是哪里来的？山上捡到的啊。一想到能捡到有兔子，丁小白现在还有点兴奋呢，运气太好了，忍不住就有点小得意。嘿嘿，对，你不知道，我今天太饿了，就去山上转悠，没想到看到一个陷阱，里面竟然有只受了伤的兔子。陷阱有点深，我下不去，就算是下得去我也上不来，正着急呢，结果遇着了个好心人，是个年纪不大的少年，我赶紧求他帮我把兔子抓上来，还答应分他1半，结果他只吃了1/3，剩下的全留给我了。听着女儿絮絮叨叨地说着烤兔肉的经过，丁三所脸上的表情变来变去的，最后更是僵住了。你说你遇着的那个少年人帮你抓了兔子不说，还帮你烤了兔子肉，又帮你片好包好，临时的火灶也是他备好的石头，身上还带着火石和匕首。是啊，他身上的东西好齐全哦，百宝囊一样，竟然还带着油纸，手法也利落，像是常去山上的。二丫，那个陷阱就是他挖的，那只兔子也是他的，人家是好心分给了你。咦，他挖的陷阱，那兔子还真是他的了，怪不得呢，他会说那句你先看到的就是你的。嘿嘿，你都没去看过，怎么就知道陷阱是他挖的呀？保不齐另有其人呢。咱们整个半坡村呀，种地的、打工的都有，就是没有上山抢食吃的，除了他一个。啊？为什么呀？丁小白有点不理解，明明山上就有那么多的宝物，山禽、走兽、草药、野果，简直是应有尽有。上山太危险了呀，万一碰着什么猛兽，谁能保证逃得掉？只要不是日子被逼到等死的地步，没人愿意冒险上山的。啊？那他为什么要冒险上山呀？家里人不管他吗？难道他家人也跟那屋的奶奶似的？
他没有家里人，他爹娘早早都得病死了，亲戚没人愿意收留他，他只能一个人过。丁小白哦了一声，就不再说话了。他还真没想到，那个小少年有着如此悲惨的经历。他叫什么名字呀？你还真是把什么都忘了。想着女儿掉进冰窟窿里大病一场，醒来就忘了很多事，连性子都变了。丁三锁也是心疼不已。他姓高，叫高山，比你大5岁，今年13了。听说是他爷爷给他取的名字，没想到他还真就守着大山吃饭了。小小年纪就一个人过日子，也真是难为他了。前几年都是大家伙帮衬着，谁家有就匀他一口，现在反倒是他帮大家多些。那小子确实是个挺自立的，自己也得向人家学着点，得帮着爹娘担起这个家来。啊，真香！爹，你也尝尝，可香了。大概是吃的差不多了，丁大壮才想来爹娘还没吃呢，赶紧红着小脸举着一块烤兔肉送过来。娘，你也吃一块，可好吃了呢。我长这么大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肉。突然一声骂声打断这温馨的一面。挨千刀的，欠了我的铜板不还，竟然还敢躲在家里吃肉，胆子可真够大的。看来平时没少攒私房钱啊！你们简直是要反天了，敢背着我藏私房，看老娘我不扒了你们的皮！死老三，你个白眼狼，肉呢？肉在哪呢？把肉藏哪儿了？闻着屋子里香香的肉味，丁老太太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。这老三真是长能耐了。奶奶，大白天的您是不是梦游了啊？我们家怎么可能有肉呢？别在这跟我蒙事，糊弄谁呢？我都闻着肉味了。大郎、二郎他们几个也闻到了，错不了，你们想遮掩也没用。我再警告你一句，以后这个家你别再踏进来。你自己也说了，我们家既然分出来，跟老丁家就再也没有半点关系了。年节要给的孝敬是我爹不忘本，也是你们该给的，见好就收才是明智的选择。以后别说我家有肉味，就是煮了海参、鲍鱼、燕窝、鱼翅，你们也只能闻闻味。我们要是不愿意给，就一口也没你们的。我们走着瞧。爹，你要去干嘛？我跟你一起去好不好？好容易不用被正屋那边的人指使着干活了，丁大壮还真有点待不住呢。姐姐肯定是有正事才要出去的，咱们俩得留下看家，不然被人把粮食偷走了，咱们又要饿肚子了。啊，是哈，那我不出去了，姐你快去快回，我和妹妹会看好家的。丁大壮捏着拳头用力地挥了2下，丁小白笑了，给了他一个鼓励的眼神。姐姐相信你，男子汉要说到做到哦。姐姐争取快点回来。你在干嘛？一个清亮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，问话似曾相识啊。丁小白猛地回过头，真的是你呀，高山，遇上你真是太好了。丁小白喜滋滋地上前一步，真是来了个大救星。你会爬树吧？会不会吧？你说嘛，到底会不会？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这地方已经算是进了山里了，虽然还只是深山边缘，但也是有点危险的。万一迷路找不回去，还不得冻死在这山上了？看到高山的态度不是特别好，丁小白下意识的就把自己站直了。他大概能猜出他为什么会生气。我不是故意往山里走的，也不知道怎么走着走着就走到这来了。你别担心，我不会迷路的。看到高山的表情还是没有放松，丁小白赶紧转移话题。你会爬树吧？能帮我把树上的柿子摘下来吗？柿子？你管它叫柿子？是呀，我管它叫柿子。这东西有毒，吃了舌头又酸又涩，你摘它干嘛？又不好吃。高山去年的时候尝过一次，吃的时候感觉有点涩，过后舌头上感觉像长了东西，把他吓到了。嘿嘿，它很好吃的，只不过不能直接吃，要处理过才行。不过这些冻了的柿子就没关系了，你帮我摘吧，算我求你了。高山见小丫头这么坚持，抬头再看树上也就10几个果子，算了，帮她摘吧，也不费多少功夫。谢谢你啊，今天多亏遇到你了。没什么大愿望，没有什么事要干。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，它像眨眼的小太阳。乌云还挺大胆，云在头上吹不散。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，什么烦恼不能啊？我留2个给你吧，真的很好吃，你相信我。回去用凉水把它泡上，等它外面结上一层厚厚的冰，你把冰敲碎，里面的柿子软软的就可以吃了。你手里的也先装进背篓吧，等到了山脚你再拿走。你人真好，谢谢。你今天没打着猎物吗？
我这才刚上山呢，赶紧的，我先送你下去。原来是特意要送自己下山。丁小白有点不好意思，到底是耽误了人家，立马又是感谢又是道歉的，才跟在后面蹦跶着下山了。谢谢你，高山哥，这几天可真够冷的，也没什么能取暖，也就是多烧点柴火。你一个人在家可要小心些。城里倒是有卖炭的，就是贵的要死，咱们穷人家用不起，整个镇上都没几家能用得起的。大，你说城里有卖炭的，新发城吗？那咱们镇上有卖炭的吗？卖的怎么样？卖的人多吗？镇上没有卖炭的，想买只能去兴发城，因为炭那个东西不好治，治不好就不好烧，又是灰又是烟的，根本没法在屋里点。听说好炭花钱都不容易买到呢。高山哥，既然炭能卖钱，还能卖出高价来，那咱们自己烧制呗，不就能赚到钱了吗？自己烧，你说的可真轻巧，要是谁都能烧，也就不会卖那么贵了。我去过一个炭厂，帮镇上的钱大户买炭，占了好大一片地，烧得浓烟滚滚的，人力物力可费劲了，结果最后也烧制不出多少好炭来，大多数都废了，不是烧过了头，就是没到时候。烧得浓烟滚滚，那是不是说高山哥那个炭厂烧炭是在平地上直接烧的？当然了，要不然怎么烧？哪里？怪不得说炭不好烧制呢，不把炭搁在窑里烧，怎么可能温度均匀？烧过头或者没烧到时候也就不奇怪了。原来自己穿来的这个年代还这么落后啊！看来自己有的发挥了，想赚钱应该不是什么太难的事。高山哥，既然不好打猎，那咱们俩合伙烧炭好不好？你还真是想一出是一出的，炭哪是那么好烧的？人家那么大的炭厂，那么多的工人，每天也烧不出多少好炭来呢。他们烧不出来，不等于咱们烧不出来呀。我有个法子能烧出最好的炭，还不占地不费人工。真的？真的，比珍珠还真。还有这么比真假的？你可真敢说。我没骗你，我是真的有法子，你就说信不信我吧。你首先得相信我，这个事儿才能成。高山没有马上回答，丁小白毫不气馁。高山哥，我们就试试呗，又没什么坏处，试不成功也没什么损失啊，顶多也就是下点力气。如果真像小姑娘说的，只是花些力气，试试倒真没什么损失，那你跟我说说，要怎么样才能烧出好炭来？炭不是那么个烧法，平地上哪行，得先挖个窑。上辈子他除了工作，就最爱看小说了，穿越重生之类的不知看了多少，所以在穿过来之后，他才能特别快的就接受穿越的事实。而他闲暇里最大的乐趣，就是弄明白那些小说里写的发家致富是不是可行的，那些致富手段他都很有研究。你怎么知道这个的？对于小姑娘嘴里说的办法，高山还是有点将信将疑，也不知道靠不靠谱。这个你就别管了，能把炭烧出来就是好办法。你现在就说想不想试试吧，这个才是最关键，好吧？好吧，我信你。那咱们可就说好了，等会儿我先把柿子送回家去，然后就去你家找你，咱俩仔细商量商量，明天就能开工了。嘿嘿，班有来。来了来了，还真是个性子急的。对不起啊，我用手拍了2下，你根本听不到，才换成用脚踢的。没把你们家栅栏门踢坏吧？这门结实着呢，坏了也没事，几块木头就能补好。你自己盖的房子？乡亲们帮忙盖的。之前村子里那间老屋被大雪压塌了，邻居王大娘又想要扩建房子，我就搬过来了。丁小白撇了撇嘴，哼，肯定是邻居看你人小好欺负，不然谁会无缘无故的把自家老宅的基地让出来呀？看到小姑娘的表情，高山笑了，这还是第一个这么直白的替自己抱不平的人。乡亲们虽然都挺照顾他，但对他能这么亲近的却是没有。你别误会，王大娘很照顾我的，家里有口吃的就不会让我饿着。是他家有2个儿子要结婚了，房子不够住，我才让了的。王大娘不肯占我的便宜，还补给了我一些银钱，盖这个房子他们家也出了不少力。嘿嘿，原来是自己小人之心了。丁小白有点不好意思，干脆不在这个话题上再绕来绕去。高山哥，我跟你说说怎么烧炭吧，方法并不难，先要挖个窑。丁小白把自己知道的制作方法仔仔细细地讲给了高山听，他的记忆力一向很好，穿越过来之后，发现自己的记忆力更好了，前生查的资料和实践过的事物，全部都清晰地记在脑子里。两人又在细节上进行了讨论，达成了共识后，丁小白悄悄地握了一下拳头。这是不是就算是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？高山哥，虽然我知道制作方法，却没有实践过，
开头不一定就能顺顺利利的，你可不能一失败就打退堂鼓呀，咱们得坚持住。高山点点头。我知道，这还用你个小丫头说？干啥事也没有容易的，我挖个陷阱还得等上10天半个月的呢。你既然对自己的炼制方法这么有把握，我就绝不会拖你的后腿。只要方法正确，我保证会烧出好炭来。两人约好了开工的时间，丁小白就告辞了。次日，丁小白早早就往山脚那边去了，还背了一个背篓，万一再遇上什么好东西，也有个东西可以装。嘿，你竟然到得比我早！老远就看见高山站在山脚下，丁小白赶紧小跑着迎了过去。找个挖窑的地方并不难，选一处深山边缘的位子就好，离村子远些，不会扰了村里人，却又不算是深山，凶猛的野兽一般不会过来，相对安全。就是这里了，咱们俩开挖吧。丁小白也不墨迹，拎起高山带来的铁锹就开始干。家里就一套农具，爹娘拿去开荒了，没有多余的铁锹，他也只能厚着脸皮用高山带来的。你先别急，等我把土刨松了你再挖。用布把手缠上，要不然很容易起泡哦。高山哥，你还真贴心。咱们需要刨个多大的窑啊？我看窑厂的占地可是相当大呢，也不知道小姑娘说的不占地指的是多大。要是这个大小的话，今天使劲儿，应该差不多能刨完。想着或许真能烧出炭来。高山的心里不免雀跃。刨了一上午，炭窑已经有点粗浅的样子了。丁小白很有些小得意。嘿嘿，好了，收工了。他得赶回去做午饭，烧炭的事还瞒着爹娘呢，怕爹娘阻止，不让他瞎折腾，那这事儿可就干不成了。你先回去吧，我再干一会儿。高山却是干得正来劲儿，不想现在就走，反正他就一个人，怀里揣着粗面饼子呢。丁小白愣了一下，就猜到他是啥心思了，出声邀请道：高山哥，要不你中午去我家吃吧，虽然没啥好的，好歹能喝口热乎粥啊。高山笑了，你不怕你爹娘知道你在瞎鼓捣了？行了，你就别担心我了，我以前上山也是这样吃的，习惯了。好吧。随后丁小白在附近转了转，不过没有上次的好运气，没碰到什么能吃能喝能玩的。哎，背篓算是白背了。就这么刨了2天整天，又备了1天的木料。第3天的时候，炭窑就正式启动了。热窑、升温、熄火、封火、碳化、冷却、出炭，丁小白严格按照记忆里的流程操作，就怕错了哪一处。终于窑里的炭可以取出来了，高山真的太兴奋了。小丫头，咱们成功了！第1窑竟然就出了这么多的好炭。丁小白白了他一眼，真不知道你高兴个什么劲儿！1窑炭差不多毁了半窑，有什么好高兴的？这样已经不错了。炭厂那么大的规模，每次烧出来的好炭都不到原料的1小半呢，你就知足吧。真的？他们的出产率那么低吗？丁小白还是有点不相信。高山用力点了点头。我亲眼见的还会有错吗？丁小白这下子才算是舒坦了一点。也是，这时候的技艺不发达，1亩田的出产都达不到现代的1/5呢，何况这样需要点技术手段的。嘿嘿，高山哥，我们赶紧接着再往窑里续料，现在就把料添好，明天一早就又能出1窑了。丫头，你守着炭窑吧，我去镇上转转，看看能不能把炭卖出去。嘿嘿，你去镇上吧，也不知道这样贵重的东西，集上能不能好卖。这东西搁集上哪能卖得掉？我得去镇上那几家大户看看，就先去钱大户家吧。以前我帮他买过炭的，好歹也能留些。高山信心满满的背着炭走了，留下丁小白一个人守着炭窑，满心不安。如果卖不出去的话，这些日子不是白忙活了吗？高山哥，是你吗？是我回来了。小丫头，等急了吧？我可是快马加鞭的赶回来的呢。看着高山脸上压也压不住的笑容，丁小白就知道肯定是个好消息。赶紧的，快说卖了多少？他一边问一边跑到高山身边去扒背篓，结果看到里边空空如也。全卖了，卖光了。高山兴奋地点点头。卖光了。我只去了钱大户一家，他就把咱们的炭全包了，说是今年兴发城内的好炭也少，他都没买这多点。这是银子。接过高山手里的银锭子，丁小白高兴的又扭又蹦的。毛腾涛就跟着一起来，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。我们终于有钱了，嘿嘿，是多少啊？5两、8两。他自打穿过来就没见过钱，别说是银锭子了，连铜板也没见过一个，拿在手上自然估不出有多少。是10两，这一定是大锭，是10两银子。丁小白捧着银子摸了又摸，才有点不敢相信的问道：高山哥，1斤好炭能卖多少钱啊？怎么卖出10两多？
现在好炭不容易买到，一斤能卖到1两银子。如果去兴发城卖，算路费还不止这个数呢。我备的多半篓子炭是10斤零3两多，也就是10两3000多银子。钱大户给凑了个整数，这是350文。高山把那串铜板举到丁小白眼前晃悠着，想着自己这个命也才花了10个铜板请郎中，这些钱真是要晃花他的眼了。高山哥，银锭子给你，铜钱归我吧。哟，砍树这些重活都是你干的，我也就是打下手，能收获300多铜板已经很开心了，何况烧出来的炭也是你卖出去的呀。No， 我哪能收银子呢？主意是你出的，银子自然得归你，我要这些铜板就行了。两个人推来让去的，谁也不肯收银子，最后相视着一起笑了起来，还真没见过有银子不肯收的呢。高山哥，要不这样，银子你先收着，等明天再卖了炭，我收10两不就行了？也就是早收晚收而已，你就别推辞了。高山却是摇了摇头。这银子我不能收，你不说的了银钱就跟你爹娘说实话吗？这银子你得拿给你爹娘看，我又不等着钱用，等明天卖了炭再说。他是担心明天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卖出炭去，今天挺顺利的，可不代表明天也能像今天这么顺利，何况丁家刚分出来，正是等钱用的时候呢。那行吧，等明天卖了钱咱俩再算，反正钱是有数的，搁在谁那儿也跑不了，今天的就先搁在我这儿。捂着怀里的银钱，丁小白一路跑回家去，爹娘还没有回来，他赶紧把粥熬煮上了。丁三锁和李小河收工回来，看着一锅热腾腾黏糊糊的白米粥，当时就傻了眼。闺女这是不想过日子了吗？那个二丫，你怎么做了白米粥？不是有糙米和高粱米吗？白米你爹是想留着换成糙米的，1斤白米能换10斤糙米，就这么吃了也太浪费了。政务总共才给我们分了10斤白米，还是李正帮着尽量争取的呢。看到娘亲急得有点语无伦次，又舍不得责骂自己的模样，丁小白又是感动又是温暖。爹娘，你们赶紧洗洗手脸，咱们先吃饭，吃完了饭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们，到时候你们肯定就不心疼这点白米了。丁三锁两口子有点懵懵的，但也知道大女儿不是个会乱来的，特别是这次病好了之后人变精明了，可两个人还是很好奇，到底是啥好消息。娘，好好吃哦，你赶紧过来吃。二丫，你有什么好消息要跟爹爹说的？弟，你先看看这个。姐，这是……没等银子两个说出口，丁小白就把弟弟的嘴给捂住了。小声，别让人听了去。那边要是知道咱家得了银子，会直接过来抢的，他们可不会客气。你这是从哪弄来的？二丫，你老实跟爹说，这些银钱是哪儿来的？整个村子都没见有人家有10两银子的，他感觉天都要塌了。你这几天总是不着家，今天更是一大早就跑没影儿，是吧？你去干什么坏事了？丁三锁的语调从没有过的严厉，把李小河都给吓着了，两个小家伙更是吓得半声也不敢吭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和高山哥……丁小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的跟父母讲了一遍。我的儿呀，这是真的，我闺女可真是太能干了。丁三锁这时候也是一脸的激动，知道女儿手里的银钱得来的光明这么大，他的心思自然也全放在了银子上。弟娘，你们别光记着高兴，有些事情我得跟你们交代清楚。卖炭赚银子这事儿，咱们一定得保密，以后就让高山哥去卖，咱们家不掺和，以免走漏了风声。高山哥出面也是想好了借口的，他说是帮着别人的炭厂往外卖炭，他只是挣个辛苦钱，这样就没人眼馋了。没想到女儿把事情全都安排得明明白白了，半点不用他操心。二丫，既然是烧炭，肯定又是烟又是火的，会不会被村里人给发现了啊？这个你们不用担心，我们俩把炭窑建在了深山的边缘处，村里人一般走不到那里，大型的野兽也不多见，很安全。二丫，能领爹去炭窑看看不？我不捣乱，就是想去看看我闺女弄出来的东西。嘿嘿，走吧，我领你和娘亲去看看。丁三锁乐了，朝着女儿竖了个大拇指。我闺女真行，了不起，比你爹强1000倍100倍。行，从现在开始，爹都听你的，你让爹干啥爹就干啥，你让爹咋干爹就咋干，绝对服从指挥。我们也要去。好，都去。小祖宗啊，可别喊了，正屋里的人都要被你们喊过来了。先说好，去是去啊，你们两个的嘴可得给我严实些，漏了半点风声出去，咱们家就又得挨饿了。没想到丁三叔一家子都来了，高山赶紧迎了过去。高山，这些天真是辛苦你了。乔三叔说的，我和小白只是合作，互相受益，有什么辛苦不辛苦的，你千万别跟我客气。丁小白好笑的看了高山一眼。
这还是他第一次叫我小白呢，以前不是直呼丁小白，就是喊小丫头。老爹的面子果然不一样。你不用跟三叔客气，那丫头能干啥？受的风都能吹倒，还不是全指着你出力？看看叔能有什么帮得上你们？三叔，我正好有事想跟你说呢。你说。是关于备料的事情，乡亲们都是在捡林子里捡柴火的，咱们不能从那边砍树，太显眼了，容易被人发现。我也知道你现在忙着开荒地呢，不过咱们的窑小，一棵大树就差不多够烧一窑的了。您看一下是否能抽出一点时间帮我的忙？高山，你这么说就客气了。除了炭可是两家分钱的，我出点力有什么的？开荒也不是一天的事儿。原来当一家之主是这么的过瘾。接上集，爹，你今天先跟高山哥学一学怎么看窑吧。明天我和娘要跟高山哥去一趟镇上，高山哥去卖炭，我和娘去买些家里要用的东西。丁三所点点头，正，爹会好好学的。说完又有点心虚的问高山，不难学吧？把炭烧坏了可糟糕了。三叔，不难学，主要是掐好时辰就行，到了啥时辰就做啥事，只要这个别弄错，炭就烧不坏。有了这个窑啊，烧炭真是容易多了呢，感觉一个人能顶10个人用，烧出来的炭质量也特别好。4日，3个人直接奔到了槐树镇。丁小白以为槐树镇会离村子很远呢，结果走了不到半个时辰就到了。进了镇子就跟高山约好地点分了手，他去卖炭，他和娘去买些家用。丁小白走进一家卖布的铺子，嘿嘿，娘，咱们去买些布和棉花吧，做几套棉衣。身上还有穿的呢，别花那个钱了，等明年家里条件好了再做新衣服也不迟啊。除了当姑娘的时候，在娘家做过2套新衣服，从嫁进丁家就再没见过新的。李小河已经习惯了穿旧的，看见了新布料反而不习惯，更舍不得花这个钱。娘，弟弟妹妹都还小，衣服不保暖很容易得病，万一留下了病根，花多少银子也补不回来了。咱没钱也就算了，现在手里有钱，怎么也不能再让弟弟妹妹亏着不是，没必要让他俩受这个委屈呀。再者说了，换下来的旧棉衣也不是就扔了，咱家被子里的棉花也不够，拆下来的旧棉花可以续进被子里呀，也可以用它做鞋做手套。还有啊，你和爹爹每天去开荒，手都起泡了，爹爹的手上都是口子，所以手套是一定要做的。丁小白不遗余力地怂恿着娘亲，赚钱不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吗？明明兜里揣着钱，却还要过之前那样的日子，那我赚钱干嘛呢？李小河好奇地问道，手套是什么东西？就是戴在手上保暖的，娘亲没见过吗？丁小白万万没想到，这个时空竟然会连手套也没有。没见过，连听都没听过。你是听谁说的这个东西？那个我是听高山说的，他是听他爷爷说的，听说他爷爷出过远门呢，可能别的地方有这东西吧。趁着娘亲还没醒过神，丁小白赶紧指着柜台上的布料，掌柜爷爷，这2种棉布多少钱1尺？还有这个棉花是怎么卖的？老掌柜的那边报了价，丁小白就习惯性的开始讲价。您给便宜点吧，我多买些。这种粗棉的要1匹，这种细棉的要半匹，花纹的要10尺，还要12斤棉花。听到闺女报出来的数，李小河着实是吓了一跳，开口就想拦着，丁小白却扯了扯娘亲的手，让她别说话。一老一小你来我往的好生热闹，把李小河都看傻眼了。你个小丫头，鬼机灵呢？行了，算爷爷我大发善心，照顾你们一家了，以后买布可得想着到爷爷这里来。丁小白连忙点头应着，那是当然，爷爷你人这么好，不止我以后买布要来，我回去也跟村里人说，买布就找你家的店，举服布装饰吧，我记住了。老掌柜的一愣，很是惊奇地问道，你认得字？他记得没跟小丫头提过布庄的名字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丁小白这才发现自己说漏嘴了，赶紧往回找补。我是听路上的行人说的，就在进铺子之前，有人说巨福布庄，我听着名字吉利才进来的。这样啊，也是，这么一个穷人家的小丫头，哪会认得字呢？能吃饱饭就不错了。两人拿好东西就出了布庄，李小河急忙着就让女儿领他往跟高山约好的地方走。娘，还有东西没买呢，你别急着走啊，油盐酱醋总要买的吧？哎呀，我怎么把这个茶给忘了？家里连咸盐都没有，煮个白水菜都没办法。两人来到了百货铺子，要欢迎光临。这位小嫂子，我这儿东西全，家里缺啥都能补齐。我们要买些调料，店家你可得算我便宜些，别人家的价我都打听了，特意捧你的生意呢。
以后常来常往的，你也不希望咱们只做一次买卖吧？对，都需要啥？我帮你拿最好的，价钱也保准合适，绝不让你吃亏，我赚个辛苦钱就行。嘿嘿，娘，这里有卖点心的耶，给小朵和大壮买2块吧，就2块，也让他们舔舔嘴，他们还没吃过这个呢。上次大山他们吃，小朵馋的不行。备好所有物品，小河不闺女瞎逛了，直接拽着他，让他把自己领到了约好的地点。高山已经等在那儿了，可见他卖的挺顺利。丁小白还是直接先奔了背篓，看到空的见了底，立刻笑得见牙不见眼的。高山哥，你可真厉害，咱们回家吧。家老太太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被他一直看不起的三房，竟然有能力一下子买回来那么多东西。哟，这不是老三家媳妇吗？这是发达了呀！看来丁老太要后悔了。咱们再走快点，别让正屋里的人看到了。眼见着就要到家了，丁小白赶紧嘱咐着娘亲和高山，只要让他们知道自家有钱了，那肯定是要凑过来扒皮的。娘，老三家买了好多东西回来，满满当当地来，也不知道是打哪儿发了财，怕是见到银子了吧？你可是老三的亲老子娘，他要是发了横财，那可是要孝顺你的，自己偷偷摸摸地藏起来可不厚道。丁四所的媳妇儿柳翠翠咋咋呼呼地冲进了婆婆的屋里，收不住脸上的羡慕、嫉妒，极力地挑拨着婆婆。这也只有婆婆能把老三家的东西拿回正屋，自然就少不了我们四房的一份，免费的东西表白不要。丁老太太听到四儿媳妇的话，腾的一下子就坐了起来。什么？你说老三家买了好多东西回来，他哪来的银钱？没人比他更清楚了。分家的时候，老三两口子身上是一个铜板都没有的。你要是不信，可以去看看啊，媳妇儿可是看得真真的，那个可是了爹娘的高山帮他们挑回来的，满满一条子不说，李小伙自己还备了些来，那就是真的了。丁老太太两眼放光，可这光亮只闪了一下就灭了。老三分家了，李正警告过我别再伸手，我还咋去收老三家的东西？光是老三两口子还好说，可他们还有那个不要命的死丫头呢。自己要是敢拿了他们屋里的东西，那死丫头是真敢拼命的。先不急，这个事儿咱得琢磨琢磨。你去把老大、老二、老四都叫来，总不能让老三家白得了好东西。好嘞，柳翠翠乐颠颠的去了。欺负老三一家已经成了习惯，她完全没觉得自己这么做有什么不对的。三房这边还不知道自己家又让人惦记上了，看着娘亲和姐姐摆放的东西，丁大壮和丁小朵乐得直蹦，捂着小嘴低声欢呼着。一个字绝。三婶儿，这是今天卖的银钱，你收着，我就先回山上去了，东西你们慢慢归置。高山把装银钱的小袋子递了过来，李小河却没有收。这次卖的银钱归你，昨天我们家不是收了钱吗？那不一样。高山把钱袋子塞进李小河的手里。今天卖的银钱比昨天多，你们家用钱的地方也多，还是你先收着。看娘亲还要再推辞，丁小白把钱袋子接了过来。银钱先放我这儿，等会儿我再跟高山哥算。嘿嘿，高山哥，你也别急着走，我这就把粥熬上，很快就好。咱俩吃了饭再去山上换我爹，下午就不用他再上山了。见丁小白挽留的实心实意，想想也不差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高山也就规规矩矩的坐等着。娘，把肥肉切成小块先冻上吧，晚上发点面就用白面发，明天用肥肉炸点油梭子，咱们包点油炸子菜包吃。哇，点心，点心，有点心。哎，给你1块，再给哥哥1块。哎，高山哥你也吃1块。拿了1块递给高山，高山赶紧推拒，这是买给孩子吃的，他哪能贪嘴？让你吃你就吃，又不是什么好点心。等以后咱们赚了更多的钱，买更好的点心回来吃。赶紧拿着嘛，人人都有份儿的。2个小的1人2块，我们大人1人1块，我按着人头买的。听到丁小白把自己归到了大人的行列，高山差一点又笑出来。丁小白掏出钱袋子来数了数， baby， 今天竟然卖了1大1小2锭银子，还有1块散碎的银饺子，外加好多铜钱。这是15两银子，银饺子是1两的，铜钱是240文。高山赶紧坐过来，给丁小白报了数。那加上昨天的，一共的收入就是26两590文钱，除以2，
每人就是13两银子，又295文。高山不知道除以这个词是啥意思，却知道他是把银钱一分为二了。又看到他傻乎乎分钱的样子，到底还是笑出声来。高山伸手在那个大银锭子上点了一下，然后往丁小白的方向推了推。不用急着给我分银子，给我也没地方搁。我那屋子整天没个人，我一年有一大半的时候在山上，一小的时候在镇里，放银钱不安全，你就先拿着吧。看到丁小白飞速挑起的眉毛，他赶紧接着解释：我不是不收银钱，是先放在你这里，你帮我记着数就好。那行吧，我就先帮你收着，不过咱们得记个账啊，不然时间长就没个准数了。明天去镇上得想着买点纸笔。他这话一说完，屋子里半天没有动静。那个吧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咱们得开始学着记账了，以后应该还会赚到更多的银钱，总要立个账的，你们说对吧？丁小白有点心虚，竟然又说错话了。自己要是真敢直接把账记出来，娘亲恐怕就敢立马晕倒。又发财喽！全家人都跟着他一起乐呵呵的。高山有点羡慕的看着这一家人。我的家里只有自己，太安静了，森叔家才像个家的样子。没想到吃货也有吃货的好处，随时随地都能逮着商机。掌柜伯伯，麻雀你们收吗？外酥里嫩的烤麻雀也是一盘蛮有档次的菜呢。我有一个秘制的烤麻雀方子，你有没有兴趣？烤麻雀有什么吃头？又没有多少肉，烤起来干干巴巴的，若不是嚼不动，就是烤得糊成一片。那是您的伙计手艺不行，要不说我有秘方呢。不强求您，我也是听您说了菜事少，替您急了。算了，我就是随口一说。哟，啥玩意儿啊！孙掌柜瞬间被丁小白几句话勾起了兴致。小姑娘，我也不说不买你的秘方，你也别说你的方子有多好，哪天来我这儿试试可行？行啊，改天我和高山哥再来镇上，到时候我亲手做一回炸麻雀给您尝尝。麻雀我自己带，不过调料锅灶可得用您的。这个包在我身上，没问题。丁小白正美着呢，就被高山扯着袖子拽到了酒楼门边的角落处，脸上的表情不怎么好。小丫头，你怎么胆子这么大，也不跟我商量，就跟孙掌柜说供应麻雀？那小东西才贼呢，特别不好逮。还有你说的那个什么秘方的，是真有还是假有？我也是烤过麻雀的，真不怎么好吃，跟烤兔子差远了。嘿嘿，真有，我还能说瞎话吗？你以后还要跟孙掌柜合作呢，我不会拖你后腿的。高山一下子就红了脸。我是怕你拖后腿吗？我是怕你应了人家却做不到，让人操心的丫头。4日吃完中饭，去山上换了丁三锁回来，高山去看炭窑，丁小白就拿着笸箩和糙米去旁边设陷阱了。你这样的法子真的能用吗？麻雀贼着呢，怎么会自己钻进来让你逮？你这个陷阱也未免太简陋了些。高山抬头看了看天上盘旋的麻雀，他有点不太相信呢。别撒了这些米粒，却没逮着半只麻雀，那可真是太浪费了。等咱们走的时候，把米粒扫起来吧，洗洗还能吃。你对我也太没细心了。俗话说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有这些米粒，麻雀肯定会自投罗网的。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，逮个麻雀跟孩子狼的有什么关系？你自己在这逮吧，我去看油了。还有，要是冷了就过来暖一暖，别冻着了。知道了，别再出声了，把我的麻雀都给吓跑了。高山讪讪地走开了，也不再理他，由着他胡闹去。林子里一时间安静了下来，只有轻轻炸响的火苗声与隐隐约约的风声应和着。高山哥，你快点来呀，我逮着麻雀了。没想到还真的管用。当然管用了，本姑娘出马，一个顶俩，赶紧帮我把麻雀捉出来，放在营外的笼子里。高山把麻雀一只一只从笸箩里抓出来，手法又快又利落。你教教我怎么用？没想到这个陷阱这么好使呢。没什么难呢，只要别心急就行。得等着麻雀放下了戒心，开始认真吃食了，你再拉下这个门，就能扣住他们了。高山试了2次，手法就比丁小白娴熟了，扣了1个多时辰，两人就逮了40多只麻雀。好了，够了，万一人家酒楼不收，咱们自己也吃不了这么多。晚上可以给弟弟妹妹加点肉了，我不给你留麻雀了。大晚上的你应该也懒得做，下山的时候直接去我家吧，我给你留饭菜。李小河收拾出来5只麻雀，片了肉下来，用咸野菜炒了，骨架熬了1锅汤，可惜没有菜，只能往汤里下了点咸萝卜条。
娘，真好吃。虽然只是谷家熬的咸萝卜汤，丁大壮还是吃的甜嘴大舌的，粥都多喝了一碗。真好吃。丁小朵也在一边附和着，然后眼巴巴地看着娘亲。娘，我还想吃肉肉。弟，你每天干的都是最重的活，等以后咱家有了钱，我每天都给你炖肉吃，这样才有力气干活。爹就等着我闺女孝敬了。虽然生活还没有彻底的改变，但一家人的温馨甜蜜还是很值得开心的。有这样的家人还挺幸福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丁小白让娘亲帮他处理好了3只麻雀，背着和爹爹一起上了山，留下爹爹手摇。丁小白和高山又背着探下了山，到了酒楼，进了槐树镇。两人没有像昨天似的先分开，我陪着你一起去酒楼，然后我再去卖炭。想想高山跟孙掌柜比自己熟，有他陪着到底方便些，丁小白就点头同意了。等我见过了孙掌柜，你再去卖炭。酒楼还没有开业，孙掌柜的却是已经在等着了。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走。这装的是木炭啊，好炭啊！好炭，我帮炭厂卖的，给您带的麻雀在这里。这些炭是你拿来卖的，有主儿了没有？没有就直接卖给我吧，东家正等着用呢。倒是跟人说好了，不过那家应该也不急在这一天，我明天再送1篓给他也行的。既然老太君急着用，就先匀给您吧。您能用多少，先紧着您，剩下的我就给人家送过去，再跟人好生说说，缺多少明天再补。都要了，你也别送一半留一半的了，明天一早给人家补齐吧。柱子，赶紧给称称这是多少斤炭，我好给高山算钱。连门都没出，就把这1篓半的炭给卖出去了，也太好卖了吧！丁小白在一边乐呵呵地看着。把现代的烹饪方法带到古代去，不仅做出了美味佳肴，还让挑剔的客户赞不绝口，连酒楼掌柜都直接签了独家。约上回，别说高山这小子还真有点伤人的精巧劲儿。瞧瞧刚才的应对，明明还没有买主呢，却让孙掌柜领了他好大一个人情。今天窑里出的炭没有废的，总共是18斤半多一点。高山想给孙掌柜把零头抹了，孙掌柜反倒给凑了19斤。对了，林姑娘，你是先歇一歇，还是直接去厨房？直接去厨房吧，不过麻烦掌柜帮忙准备一些蜂蜜给我，可以吗？没听过炸东西还要用蜂蜜的，不过小姑娘说了是秘制，也可能是有些特殊的手段吧。行，只要炸出来的麻雀能好吃，你提什么要求我都满足你，只要不是太过分的就好。得到了允许，丁小白就拿着娘亲收拾好的3只麻雀进了厨房。首先去一边的筐子里拿了2个土豆，去皮切碎，又找了一块纱布松松的包了，泡进一个大粗瓷碗里。其实如果想要油炸出来的肉不硬，也没什么难的，只要在淀粉水里轻轻的过一圈，给肉裹上一层薄薄的水膜，肉就不会硬了，表皮反而会更酥脆。唉，可惜了，这个时空里还没有淀粉这个东西，那只能自己创造一下了。虽然时间上有点紧，难度倒是没有。把土豆泡好后，他就找出一个小盆来，兑进了各种调料。遗憾的是，只有葱蒜没有姜。调制好了腌料，就把3只麻雀放进去抹匀，不时的再翻一翻就行了。剩下的就是找个空灶，烧干锅后倒上油。忽然看到旁边有干花生米，丁小白计上心来，抓了一把花生米扔进油锅里。等油锅的温度升高了，花生米也就熟了，捞出来沥油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拎起麻雀在搅匀的淀粉水里滚了滚，就直接下进了油锅。10来分钟后，把锅里炸得差不多的麻雀捞上来，让它凉一凉，然后抹上浅浅一层蜂蜜，再在淀粉水里滚一圈，下锅2炸，3两下就捞出来。仔细的检查了一下成品，卖相不错。再拽了一块肉尝尝，是记忆里的味，外酥里嫩，鲜香里带着似有若无的蜂蜜的鲜甜味。好了。大厅里正等着着急的一群人，看着丁小白端着盘子出来，赶紧迎上去。香味在打开厨房门的时候就已经飘散出来了。孙掌柜抢先接过一盘炸麻雀，另一位厨师则端走了那盘糖醋花生。妙啊！好吃啊？真那么好吃吗？高山哥，这个给你吃。这不好吧？咱们可什么事？这是第1只实验品，我是吃过的，缺了1块，也不好再拿给他们吃。你赶紧吃吧，别等着他们过来抢。说完，丁小白又给他递了个眼色，小声道：不吃白不吃，咱们自己家的麻雀，何必都便宜了别人？高山忍不住弯了唇角，再不客气，拎起来就送进嘴里。丁小白这才心满意足的走了。这样，我话还没说呢，怎么就给吃没了？
看着只剩下几根骨头的空盘子，丁小白一脸的无奈。孙伯伯，我还有话要说呢。炸麻雀要是这么个吃法，那可是半点格调也没了。咱家这是酒楼，菜品好歹得上些档次的。你说，我听着。孙掌柜赶紧让他说话。刚刚那个炸麻雀真是太好吃了，完全超乎了他的想象。是谁说烤麻雀又硬又糊的？都是扯淡。嘿嘿，您看，像我手里的这盘烤麻雀，在盘子空白的位置上，用碧绿的菜叶摆出垂柳的形状，是不是就好看多了？我不会雕花，如果让大师傅用红心萝卜雕一朵小玫瑰花，衬在柳枝的旁边，那就更漂亮了。再取个好听的名字，比如黄鹂鸣翠柳。孙伯伯，您看这个调是不是就上来了？当然，你也可以用蛋清打磨蒸熟，做成白云的形状，名字就换成白鹭上青天，也是可以的。孙掌柜一拍巴掌，林姑娘，你这个想法真是绝了！让你这么一搭配，这菜品的档次还真是立马就上去了。你这次带了多少麻雀来？我全要了。就是这个方子的价钱，咱们得好好谈谈。来，咱们去里屋。屋子里双方很快谈好了条件。孙掌柜用30两的银子把丁小白的秘方给买走了。丁姑娘托我高价买下了这个方子，你就不能再卖给别人了，也不能向别人展示手艺了哦。对于孙掌柜的这个要求，丁小白还是很能理解的。当然满口子的应下，诸如此类的方子他多的是，在他这儿不算秘方，他很是舍得。林姑娘，以后的麻雀供应也还得麻烦你，起码得保证我们酒楼每天至少有10只麻雀的量，可行？ OK。 孙伯伯，如果我们能多供应，你能不能多收啊？您家的酒楼除了槐树镇，在其他的地方还有没有？当然有，附近的几个大城里都有，连京城里都有一家呢。丁姑娘放心，你能供多少我就能收多少，不过每天最少也不能少于40只了。好嘞，合作愉快。丁小白伸出小巴掌，要和孙掌柜击掌为盟，把孙掌柜逗得哈哈乐。双方愉快地签订了合同，一共签了2份，先是卖秘方的一份，丁小白如果违约，将要100倍的赔偿酒楼的损失。真是够狠的，不愧是奸商。小姑娘真不错，人品好，你小子很有福气呀。高山也觉得自己有福气，他不嫉妒也不羡慕丁小白用秘方赚了钱，他只是为他高兴，却没想到他卖秘方是为了让自己供货。虽然一只麻雀卖不了多少钱，几文而已，但只要酒楼一直开着，就一直有着固定的收入，可以说是有了个稳稳当当的饭碗了。孙伯伯，麻雀一共是40只，刚才吃了3只，您给算35只的钱就行。我先去叫后厨做炸麻雀了，您选个人吧。对了，卖炸麻雀的时候，配菜也要选好，荤素搭配可以检验，像是我刚才端上桌的糖醋花生很合适。我差点把这事儿给忘了，林姑娘，这2个菜我们店里能用吗？我可以付你银子的。听到2盘拌菜孙掌柜也要给钱，丁小白还真是佩服古人的诚信，不过这钱却是不能收的，赶紧摆手拒绝。2个拌菜而已，哪能收您的钱？只是您这店里一时没想到罢了，这又不是什么秘方，孙伯伯太客气了。没想到丁小白会毫不犹豫地拒绝自己的提议，孙掌柜更是起了结交之心，不见钱眼开，才是真质朴，才能真守信。丁姑娘不收钱是丁姑娘的心意，伯伯我可不能得了好处不表示，做人不带这样的。酒楼到底是做生意赚钱的，既然用了你的法子赚钱，就没有白用的道理，总要给些好处才行。你既然说不卖方子，那咱们也不签合同了，我给姑娘2两银子，算是伯伯的一点心意，你一定要收下。推不过，丁小白收下了银子，倒也不心虚。上回丁小白和高山2人原本兴高采烈地进了村子，结果走到离丁家不远处，就听到丁小朵撕心裂肺的哭声传了过来。丁小白即以100米冲刺的速度，急匆匆地跑进家门，就看到2院间的栅栏隔墙完全塌了，树棍子7零8落地摊在地上。拎起一根散落的树棍，丁小白直直的就要往正屋冲，被高山一把抓住手腕。先去看看大壮他们俩，问清楚怎么回事再说。丁小白一跺脚，到底还是听了高山的，先回了自家屋里。进了屋，丁小白的眼睛都红了。哎呦，乖啊，不哭了，姐姐回来了，不怕不怕。丁小白心疼的哟，把2个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，完全忘了自己这时候也才8岁呢。再抬头看自己的家里，跟遭了劫一样，木箱子翻了，橱柜也掉了，别说新买回来的东西，连自家原有的都没了影儿，这回可真叫家徒四壁了。跟姐姐说，谁来咱们家了？谁把你们打成这样的？又是谁把咱家的东西都给搬空了？是奶奶，奶奶来了，带着大伯、大娘、四叔、
四婶把咱们家的东西都搬走了，我和哥哥拦不住，他们把我的头发都拽掉了。小丫头疼得直哈气，丁小白的眼泪唰的一下就出来，无论如何也忍不住。姐，疼，你轻点。抬起手抹了一把眼泪，伸手摸了摸丁大壮的脸蛋，颤着声音道：大壮，让姐姐看看你伤哪儿了。哥哥肚子疼，四婶儿打我，哥哥过来护着，被四叔踹了一脚，当时都疼得起不来了。丁大山和丁大江还在一边拍手叫好。哼，我去找他们算账，见过不要脸的，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4、5个大人打2个小孩子，还是人吗？弟弟妹妹的惨状让丁小白有了杀人的冲动。正屋里的那些人，他们打了弟妹，就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。只是他现在不敢离开，大壮疼得直哼哼，肚子是人身上最柔软脆弱的地方。小家伙现在疼得连话都说不出来，也不知道有没有危险。他现在无比的冷静。哼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是死是活，做个了断吧。你帮我看着他们俩，我出去一趟。要是我爹娘回来了，你让他们在家里待着，别出屋。小白，你听我说，你一个人再强硬，也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咱们现在得找人帮忙，一味逞强是没用的。他们今天既然敢来，那就表示他们没什么怕的，就是要耍赖到底。你就算是不怕死，也不过只有一条命。可你要是出了事，大壮和小朵要怎么办？你爹娘护得住他们吗？他们2个以后靠谁？这句话才是最关键。他之前不是没有强硬过，但那边不是照样又欺负上门了吗？暂时的胜利又有什么用？有道理，得想个一劳永逸的法子，不然我拼了命也没用。你先别急，我去找李正，李正手里有分家文书，总会为你们家做主的。我再去多叫些乡亲们来，这次干脆立刻断亲文书。断亲文书就有用了吗？丁小白完全不抱幻想，他得想个法子，让正屋再不敢打他们家的主意，只是脑子里一团乱。你听话，等我回来，我马上就回来，很快的，你千万别冲动，别做傻事，知道吗？你还得照顾大壮和小朵呢。高山走得相当不放心，可不走又不行，嘱咐了又嘱咐，才疯跑着去找李正了。半路上遇着回家吃饭的丁三锁夫妻俩，大喊着让他们赶紧回家。没隔上一会儿，高山就把李正带了过来，身后还跟着一群乡亲。小斗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告诉三爷爷。三爷爷，正午他们敲我们家的院子门，姐姐嘱咐过了，不让我们随便开门，我们就没给开，也不敢出声答应，结果他们就踹倒了篱笆墙。想到当时的一片混乱，栅栏墙全都被踹倒了，飞起一片烟尘，那个阵仗太吓人了，感觉房子都要塌了似的。小丫头忍不住又哭起来，但知道事情还没讲完，也不管眼泪噼里啪啦的往下掉，勉强控制着自己的声音，让大家能听清她说的话。他们又踹坏了我家房子的门，开始搬我们家的东西，那是娘亲和姐姐新买的，可我和哥哥拦不住。四婶因为我拦他，就过来扯我的衣服，扇我的脸，还揪我的头发，我的头发都被揪掉了一绺。小丫头举起自己的手，小小的手里握着一小绺黄黄的头发，再低下头，大家就看到她的头顶露了一片渗着血珠的头皮。三爷爷，三奶奶，您可得给我们一家做主啊！做主，做主，你放心吧，今天这事儿三奶奶管定了，我还不信没处讲理了，哪有这么欺负人的？就是，咱们半坡村最是讲究正义礼法，这样的事可不能瞒过去，让别村的笑话。你们一家人就放心吧，咱们李正绝对不会骗着谁的。出了这样的事儿，丁婶子那边总得给个说法。高山凑近丁小白，压着声音：“这位是王大娘，我原先的邻居。王大娘，谢谢你怜惜我们姐妹。”王大娘也红了眼圈，可怜的丫头。小朵，你接着说，把话说清楚了，奶奶给你做主，还没天理了呢。四婶打了我，哥哥就来拦着，四叔就过来踹了哥哥一脚，踹在了肚子上，哥哥被摔出去好远，当时都喘不上来了气了，我害怕极了，万一哥哥被四叔一脚给踹死了，我就没有哥哥了啊！可二堂哥和三堂哥还拍手叫好，说死了拉倒。丁老四还算个人吗？20多岁的老爷们上脚踹一个6岁的孩子，天打雷劈呀！三奶奶抱你说理去，今天不给个说法，咱就跟他们没完。上回，丁家弟妹，你把门打开，
咱们说说今天的事儿，躲着不是办法。结果拍了半天，门里一声没应，李正的耐性也用完了。丁石头这一家子可真是不知好歹。我过来是想帮你们解决问题的，既然你不想解决，那行，我直接把事情报到衙门去，自然有人跟你说话。私闯民宅，打砸伤人，抢夺财物，哪一条都够坐牢的了。你们一家子就等着衙差来锁人吧。李正说完，转过身，大手一挥：“都走吧，散了散了。接下来的事不归咱们管了，头顶上有青天老爷呢。”他这一句话的话音没落尽，丁家正屋里就传出一声尖利的哭嚎：“没天理了！我去儿子家还要被告官呢！”接着屋门就被打开了，丁大锁的媳妇儿吴红艳站在门口：“李正叔，这是家事，怎么还要京官呢？你还是进来说话吧。”这话说的，不说京官，你们能开门吗？丁家这一屋子的泼皮无赖，我真是不想面对。以前没发现丁家人坏到这个程度啊！当娘的都不让进儿子的屋了，这还有说理的地方吗？青天白日，朗朗乾坤，儿子就要逼死亲娘了，天理何在呀？哟，丁老太太搬空了儿子家的东西，看着亲孙子挨打，她也真敢说朗朗乾坤，就不怕遭报应。不知道在哪学的词儿。废话不说了，咱们就直接来谈谈今天的事情怎么解决吧。丁家妹子，你把三锁的家给砸了，说说应该怎么补偿？补偿个屁！他姓丁，就算是把他分出去了，我也是他亲娘老子。怎么老丁家的人还进不了丁家的屋了？一笔写不出两个丁字，到什么时候他的家我也是随便出入。这时候想起来是亲娘，是一家人了。抢东西打孩子的时候怎么不这么想啊？你还好意思说你是亲娘？我就问你一句，你对大锁、二锁他们也这样吗？你会把他们的家都搜刮干净吗？锅盆碗筷、衣服被褥什么的都搬走，连个舀水的瓢都不给留吗？你会吗？你不会，你舍不得，因为那是你儿子，和你怎么就舍得对三锁这样？你这是让他们一家死啊！还敢说别人要逼死你？大妹子，你们怎么下得去手的？这么小的孩子。丁老太太看着丁大壮，也是半天没回过神来。她是经常打孩子，但没真想要他们的命啊。做人得凭良心，你们一家子良心是肯定没有了，但也不能猪狗不如啊。这也就是三锁，换成是我，把我的孩子欺负成这样，就是爹娘我也跟你拼命。三奶奶的话让丁三锁的眼里爆起一团寒光。是啊，儿女的命都要没了，我还孝顺个屁呀！他这个亲娘是死也不会放过他的，不眼看着他们一家死，他就不会罢休。他们这哪是母子，分明就是仇人。冷，我最后喊你一声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是陌路人，一个不能善待我孩子的人，也不配得到我的孝敬。你改！丁老太太没想到老三竟然敢说出这样的话来。这个子对自己一向都是恭恭敬敬的，不管是打是骂，除了偶尔替儿女求饶，半句嘴也不敢回我，有什么不敢？你刚刚不是说了，我活着就是要逼死你吗？我觉得你也是要逼死我，所以咱们娘俩以后就不要再见面了。哎，到底是把人逼急了啊！早就说做人留一线，丁家弟妹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我后什么悔？我是他娘，他只要姓丁，我就进得他的门，拿得他的东西，我就不信姓丁的还进不了姓丁的门了。嘿嘿，既然你说了，只要姓丁就能进姓丁的门，那我们进这个门也是应该的吧？我们进的也是姓丁的门呀。你也说了，就算我们家分出去了，你依然还是我爹的娘，那你别的儿子能住在这栋房里，我们也一样住的，我爹也是你儿子呀，多合理。以后奶奶家就是咱们家，奶奶的东西就是咱们的东西，随便用，反正都是姓丁的。今天谢谢你们过来帮忙了，既然奶奶不愿意我们分家，还认我爹，那我们就留下来孝敬他。你疯了，你敢？你个丧门星，赔钱货，欺负人欺负到我屋子里来了，我老婆子什么没见过，这是我的屋子，你赶紧给我滚！凭什么不敢？我已经这么做了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以后你怎么对我，
我就会怎么对你，你就勤着吧，勤到你高为止。等下次收完了地，咱就直接拉粮去买，自己种了地，自己还做不了主了，手里有了钱，看谁还敢再欺负咱们。我去做饭了，大壮，你今天受伤了，想吃啥？姐姐去给你做面疙瘩好不好？再炒个咸肉白菜，咱们一家5口，1碗拌面足够吃了，大白菜就切半颗。妥了，你们等着，我马上来，以后就自己顾自己。小贱人，你给我站住！立马从我屋里滚出去！敢动我1粒米，看我不打死你！你个脏心烂肺的东西！好啊，我等着你来打死我，打不死我就点了你的屋子，让你们一家子不得安生。老太太感觉一股寒气扑到了身上，忍不住打了哆嗦。李正大哥，我要分家，赶紧把他们给我分出去！你是不是老年痴呆了啊？死老太婆，我们已经分家了，是你自己说分了没用的，就这样吧。又看着墙角的2个人，你们俩的账咱们慢慢算，日子长着呢，谁也别放过谁。吴红艳和柳翠翠被堆在了墙角，被吓得呜呜咽咽地哭起来。对不起，哎呀，不是我们想抢你家的东西，是婆婆让我们去的呀。丁老太太听到这话，立马感觉心口被什么东西给堵住了。这2个混账玩意儿一点担当都没有，还没怎么着呢，就把自己给卖了。李正大哥，分家不是断亲，我要跟丁三锁一家断亲，我们2家从此再没瓜葛。这回连李正都无语了，这是个什么娘啊！前脚砸了人家的屋子，抢了人家的东西，后脚就要跟人家砍断亲情。高山嘟囔了一句：老天爷真是没长眼，这样的人才该造雷劈。劈那些树有什么用？树还能用来盖房子呢，这人却只配下油锅。还没闹完呢，天空上响起了一串噼啪声，跟着就是一声炸响，大秦的天也阴了下来。老太太这回算是彻底给傻住了，哪还敢再叫嚣半声？自己这是真的要遭报应了吗？不然大秦天里哪来的雷？丁孙氏，你先把拿了三锁家的东西还回来，别少了啥的再费劲折腾。咱们现在就签断亲文书，以后你和三锁一家就真的没有关系了。丁三锁从今天起自立门户，成立家谱，他就是那一脉丁家的开山之人，上头再没有长辈，你可有异议？快滚快滚，我没异议。一家子扫把星，赶紧把霉运都带走吧。行，既然你这么说了，那咱们就签文书吧，从此2个丁家往不往来的看你们自己。上回丁老太太和丁三锁签订了断亲文书。三爷爷，我想请问你一声，咱们村里有没有闲置的宅基地？我家想要1块，现在自己顶门立户了，有资格跟村里申请1块吧？李正拧了拧眉，宅基地倒是有，自己村里人买，价钱也便宜，但都不在村里了。村子就这么大的地方，都占着呢。怎么，你家想盖房啊？丁小白笑了笑，嘿嘿，三爷爷，您看哈，我们2家断了亲，再住在一处就有点不太好看了。就算起了隔墙，那也是一个院子啊，何况还是这样品性的一户人家，我是真不敢住得这么近。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发疯，又闹出什么幺蛾子来？我们家什么品性啊？你说说我们家什么品性？全村人都知道，我们老丁家没拿过别人家1根针1条线，没说过别人家半句闲话，用得着你嚼舌头？丁小白撇了撇嘴，也不知道是谁把我们家都搬空了，现在还敢说没拿过别人家1针1线，真够大言不惭的。呸！你个死丫头，那是我儿子家，是我拼死生下来的一团肉，是别人家嘛，也就碰上了你这么个忘恩负义的扫把星，才搅得家宅不宁。丁老太太真要被气疯了，以为我多想留你们似的，那屋子再破也是我们老丁家的，你们不想住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，我劈了烧火也不留给你们。丁小白也不示弱，像谁稀罕住似的，四处漏风，也就只有你这样当娘的，才舍得让自己的儿孙住那样的房子。你放心，就那个破房子，我们1天也不会住了，就算去睡野地，我们也不会再去住那里。至于屋里原有的东西，我们一样也不会带走，咱们彻底分个干净。你也别再找理由说我们占了你这个。
用了你那个爹娘当牛做马这么多年，你们老丁家一屋子人都是躺在我爹娘的汗水上享福的，多大的恩情都够还了，再也别说我爹娘欠你的，要欠也是你欠他们的。既然断亲，那就断个干干净净，省得日后有人念叨咱们靠着他给的这点破家当才能活下来，不就是白出了20多年力吗？不就是人家半点不感恩吗？有什么的，手脚是咱们自己的，他们留不下，让全村人看看，咱们家谁也不靠，就靠自己，能不能活得好好的？日后有人提起，也得说咱们活得有志气，说我爹活得顶天立地。三爷爷，我只要带走我和娘亲心置办下的东西，是跟高山哥借的银钱，也就是买了些急用的，好在没敢乱花，还有点剩余。您看咱们村谁家有秋菜收得多的，匀我们一些，我们花钱买。听说是要花钱买，李正点了点头。别说，丁三所家的这个大闺女还真是个硬气的，说半点不占便丝毫也不占了。这个好说，谁家都能匀出一点来。今天晚上先在我们家拿几颗白菜、土豆，不收你们钱。明天我帮你问问乡亲们，你们再花钱不迟。几颗白菜虽然不多，但有李正这句话，丁小白还是很感激的。谢谢三爷爷，我们一家人。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突然闯进一对30几岁的中年夫妇来，拿我们老高家的钱去贴补别人家。高山，你是不是个傻子啊？看见闯进来的这两人，高山的脸色立刻就不好了，丁小白也是一脸懵，这两人又是谁？大伯、大娘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听到高山的问候，丁小白一拍脑门，我去，怎么把这茬儿给忘了？我们怎么来了？你说我们怎么来了？我和你大娘要是不来，你是不是想把家当都贴补给别人家？你这孩子是不是傻？真是太让人操心了。丁小白的嘴角都快要撇到天上去了，他果然没猜错，这夫妻俩无缘无故的冒头，是奔着银钱来的。财帛动人心呐，千古之理。可不是，没有长辈照看着就是不行。你这么大手大脚的，以后可拿啥娶媳妇？真是让人操心。这个败家侄子，有钱不知道孝敬大伯大娘，却傻乎乎的去孝敬别人，真是各分不清里外拐的。你看到了真章，也只有自家长辈才能为你着想，别人都只是想占你的便宜，也就你这孩子实诚，轻易的相信别人。以后有大伯大娘照顾你，帮你守着，再不会让你被别人骗了。赶紧的把银钱交到大娘这里，大娘帮你收好，攒下了给你娶媳妇儿。这么不要脸的人，我算是见识了。不对，这是第2次见，丁家老太太自然是要排在第1号的，真是极品处处有，今年特别多啊。高家夫妇的出现，原本就引起了一波小骚动，在听到这夫妻俩的话，人群里响起一片鄙视、笑骂的起哄声。当年没收留这孩子，今天你们俩就没资格说这样的话。孩子自己个儿赚的钱，爱咋花咋花，爱给谁花给谁花。说话的是王大娘，丁小白这下子确定了，高山当初不是安慰他，王大娘对高山确实好，不愿意看到他受半点委屈，受别人半点算计，还舔着脸说自己是人家大伯呢。孩子挨饿的时候你给过1粒米没有，挨冻的时候你给过1片瓦没有。我要是你，早就找个尿桶浸死了，活着被人戳脊梁骨，丢不起这个人，脸皮也不是这么个厚法儿，夜里都不敢出门吧。高大锤两口子被骂的背上起了一层白毛汗，只能硬梗着脖子冲王大娘嚷道：我跟我侄子说话，有你这外人啥事？我可不是外人，我给高山做过饭，补过衣，帮他盖过房子，高山帮我家打过柴，收过粮，还给我让过宅基的。你们为他做过什么？高山登过你家的门没有？真要论起来，我跟高山可比你们两口子亲近多了。可不是，我们哪家没给高山塞过饼子、地瓜、小青菜的，你们给过他啥？听到人家有钱就贴上来，真是太不要脸了。我们村儿里怎么有你们这样的人？真是丢了我们半坡村的脸面。丁小白看到事情有些跑偏了，赶紧往回收。谢谢叔叔、伯伯、婶子们眼明心亮，能站出来替高山说句公道话。我也说几句，高山的银钱是借给我们的，不是给他，也不过就是看着我们一家人没吃没住的，可怜我们一下。而且总共也没有多少同伴，高山的情况大家伙儿还不知道吗？自己也不过就是混个温饱，哪还有多的？高大伯和高大娘多虑了。说完转过头看向高山大伯，高大伯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还能惦记着高山，可见是真心疼他。这话立马就把看热闹的乡亲们不说的笑成了一片。这么多年了不管不顾的，今天却是惦记上了，惦记的自然不是侄子，怕是惦记侄子兜里的银钱吧。既然心疼他，我就替他求大伯大娘一件事。高山哥前2天设陷阱时伤了手臂，这些日子都不能上山打猎了，
不能打猎就没了进项。可光是昨天看郎中抓药就花了半两多银子，听郎中的意思，还得再抓2回药才成，不然极有可能落下病根。可高山哥现在实在是拿不出银钱来了，买药买米却又都是需要钱的。2位长辈既然这么心疼侄子，就把他接回去住些日子吧，相信肯定会照顾好他。高家大娘不干了，接他回去住，凭什么？又不是我让他伤的，我们家可没有多余的粮食再养个闲人。你好心你养啊，我家可不。没等高家大娘把话说完，高大锤就伸手拽了拽媳妇儿，然后露出一个看起来十分憨厚的笑容。我自己个儿的侄子接回去是应该的，就是吧？你大娘刚才也说了，我们家也不宽裕，多个人吃饭确实有点吃力。你看是不是把高山借给你们家的银钱先还回来，我就有钱买药买米了，也委屈不着我家高山了，不是？丁小白抱歉的笑了笑。要是知道高山会伤着胳膊，我们家哪会借了他的银钱？现在已经买了东西，想还也还不上啊。眼下我替高山哥求的，不就是因为没有银钱，2位长辈又惦记心疼晚辈，才想让2位长辈照顾的吗？怎么高山哥没有银钱就不是你2位的侄子了？不能够啊！瞧高大伯这么面善，高大娘又这么爽利，咋看都不像是见到钱才眼开的人呐。那就辛苦2位了，你们放心，我们家更不是那忘恩负义的，会抓紧着赚钱，把借高山哥的还上。虽然总共也就几百个铜板，但我们家的情况你们也看到了，还钱还得再等些时候，实在是抱歉了。而且这些钱根本不够高山哥抓药的，就是能立马还上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可见家里有长辈的依靠多重要了，有你们2位在，我们家也能少些愧疚。听说高山借给丁三所家才几百个铜钱，可他看病治伤1回就要半两银子，这买卖怎么算也划不来啊！高大锤脸上的憨笑，转眼就没了个干干净净。我们和高山已经分家了，我们没义务照顾他。既然他把银钱借给了你们家，由你们家来照顾他才是应当应分的吧？把责任推给别人，真不厚道。媳妇儿，赶紧着，家里还熬着包谷粥呢，看热闹都看忘了，别烧干锅了再点房子，孩子们还饿着呢。上回丁小白帮高山治理了他那极品亲戚，正得意着，突然你还有心思管我呢？先想想自己今晚住哪儿呢？他家虽然能够收留丁三叔一家，但他是一个人住，家里没个女人操持，总归是不太方便。丁小白赶紧把刚刚那点打了胜仗的小得意收起来，他现在得先把自己这一家子人的吃住解决了。三爷爷，菜的事儿咱们好商量，您得先帮我们家找个住的地儿，谁家有空房子的，您帮忙牵个线，我们家会付租金的。听到丁小白说付租金，丁老太太差点脱口而出：让他们继续住在杂物间，把租金付给我多好，凭什么好事儿就让别人家得去啊？可这话在嘴里打了无数个旋，最后还是生生咽了下去。他要真敢说出来，半坡村他恐怕就住不下去了。哈哈哈，你家的这个情况，乡亲们都见证了。但凡有这个条件的，谁还能不帮一把？千万别提钱不钱的，伤感情。李正这话把丁老太太的脸皮割了无数道，虽然没见血，她却感觉已经鲜血淋漓。她还真不知道自己的脸皮竟然没有想象的那么厚。三爷爷钱肯定是要给的，你们帮我们的已经够多了。我也知道你们一家不愿意拖累大家伙。说来也巧，我家隔壁老孙头上秋的时候被他闺女接到城里去住了，他女儿女婿都孝顺，就不打算回来了。房子正空着，刚捎了信给我，让我帮着找人家卖了呢。也算是你们一家运气好，就先住进去吧。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好事儿，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啊！丁小白立马点头点得跟小鸡啄米似的。 Yes， 那可太好了，谢谢三爷爷，我家不白住，会付房租的。你也代我谢谢三爷爷，真是结他老人家的福气了。家和才能万事兴啊，也不知道丁三所一家分出来，日子能过成啥样。当正午，李正已经用钥匙开了老孙头的屋门。这个屋子除了里有些浮灰，基本没什么好收拾的，也才空了不到3个月，直接就能住人了。你们就安心住下来吧，以后的日子慢慢会好起来的。你们慢慢收拾一下，有什么缺的直接和我说就行。嘿嘿，谢谢三爷爷，麻烦您了。好，真好，太好了。李小河不知道怎么才能表达自己现在的心情，这回真是自己的家了，虽然是暂时租的，那也是家呀。弟，你和娘今天回来的还真是时候，不然咱家被搬空了不说，我奶也还不知道又要弄出什么幺蛾子呢。一提起老娘，丁三所就很是不自在，心里非常的矛盾。
有反抗了娘亲的愧疚，又有着不再被压制和虐待的轻松。不过被女儿一问，他更觉得今天这事儿挺神奇的。我在山上看着炭瑶，突然就觉得不安起来，也不知道是咋回事，待也待不住，我就担心你娘出了啥事儿。她一个女人家，自己在没人的山脚上翻地，到底是不让人放心。我就想着窑烧得好好的，我又刚掐着时辰添了柴火，不如下山去看了你娘再回来，心里也能安稳些。结果见了你娘，她是没事儿，可她说她也心慌，我立马头皮都要炸起来了。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呢？既然我们俩没事儿，那肯定就是家里出事儿了呀。我们俩就赶紧往家跑，跑到半路就遇上了高山。哪里还能有这种事？也太不可思议了吧！这鬼鬼神神的，丁小白感觉自己不信都不行了。不说爹娘的心电感应，就说丁老太太耍泼时候的那个晴天霹雳，真是炸得太是时候了。那老太婆还真不一定松口松的那么快呢。好了，娘，你在家里做被褥，我和高山着急去看窑，也不知道没人守着能不能行。一窑炭烧出来可是值10几两银子呢，全家现在就指着木炭出钱，这事儿当然是最着紧的。去吧，去吧，你俩看好炭窑就行，家里的事情不用你们担心，有我和你爹呢，顾得过来。两人到了山上，检查了下炭窑，没有什么问题，这才放下心来，又给窑里加了些柴火，就跑去一边逮麻雀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看到装进竹篾笼子里的麻雀，丁小白突然一拍脑袋，把高山吓了一跳。怎么了？一惊一乍的。高山担心地看着丁小白，你这丫头一向沉稳，这是要出什么大事儿了？丁小白扶着额头，我忘了告诉孙掌柜，这炸麻雀就算是招人，也不能没限制的可着劲儿做，把人吃厌了，可就没得赚了。我还以为是啥大事儿呢，我们明天过去告诉他一声不就行了吗？又不会一天就吃厌了。你这一声喊，我还以为天要塌了呢。高山笑着调侃了丁小白一句，丁小白气哼哼地瞪着他。哼，你说的，那你可得帮我想着，明天一定把这事儿告诉他，如果忘了看我怎么罚你。好，我记得。高山自然是满口子应承下来，这是他的生日，结果小丫头比他还着紧，比他还操心，这种感觉让他的心口滚烫。三爷爷、三奶奶，我家想借些银钱和牛车，买些家里急用的东西。听到丁小白父女来家里借东西，李正倒是半点没犹豫，知道他家里啥都缺，立马就应了。半坡村的生活条件摆在那儿，没谁家特别有钱的能这么慷慨的把银钱借给一无所有的丁家。就这一点，丁小白对李正一家就感激不尽了。三叔，您帮我们写个借条吧。李正一家人客气的推辞着，又没借多少钱，邻里邻居的，未免太见外。如果不写借据，这银钱我们就不借了。李正对丁家妇女更是高看了一眼。好吧，拧不过你们。李正研了墨，提了笔刚要写，就被大孙子给挤到了一边去。爷爷，你说咋写，我帮你写。丁平安今年10岁了，是李正的大孙子，丁富贵的大儿子。前年送去了镇上的私塾，现在是家里认字最多的人。当年正是因为三爷认的几个字，才当上了村里的李正。要知道那时候满村子就他一个认字的。当然前世的丁小白是学过毛笔字的，自然对繁体字不陌生，但只学了3年多，工作太忙也就放下了，所以笔体比丁平安也强不了多少。哇，平安哥，你可真厉害，会写这么多字呢。夸得丁平安红了脸，悄悄地往后挪了一小步。嘿嘿，三爷爷，你能让平安哥教我弟弟认字吗？没想到女儿会提出这样无理的请求来，把丁三所吓了一跳。这时候的读书人可是了不得，哪能随便交给别人啊？何况李正叔是花了银钱供孙子读书的。听说1年的束绣价日常比墨纸砚的花销差不多就是家里用度的1半还多了，人家凭什么教你呀？哎呀，别胡说！丁三所赶紧出声拦着，就怕闺女不知道轻重，让李正叔一家厌烦了。三爷爷，我想让弟弟学认字，只是他还小，我舍不得他每天往镇上跑，想着每天等平安哥下了学，我把弟弟送过来，让平安哥教他几个字，等他大些了，我也送他去镇上私塾。三爷爷，我不会让平安哥白白付出辛苦的，以后平安哥的书修我家出一半，也不会占用他太多的时间，每天只要教2刻钟就好，您看看可行？每年2两银子的书修，即便李正一家是全村收入最好的人家，可也是很大的一笔负担呢。有人愿意平摊一半，当然是好事，可自家孩子也才刚念了1年多的私塾，怎么好意思去教人家，还收人家的书修呢？李正可没这个脸。大壮要是真想学，你就带他过来，平安做功课的时候直接就教了，也不耽搁什么的。束修这事可千万不要再提了，他一个小孩子家的哪受得起？
教大壮就当是复习功课了，不费啥事儿。丁小白要的就是这个承诺，他能跟着过来才是最重要的呀！立马把一双眼睛笑成了弯弯的月牙。那可就多谢三爷爷了，我会每天晚上带大壮过来学习的。不过平安哥既然当了先生，我总得付些银钱。不待丁小白说完，三奶奶已经出声打断了他。二丫头，三奶奶知道你是个要强的，可咱们两家只隔了堵墙，说这个就外道了。别说平安不一定教不教得好，就算真能教得好，也不费他什么多余的事儿，不过是多说两句话，多写2笔字罢了。丁小白还要再说，三奶奶已经推着他出了门。就这么说好了，你要是非要给钱的话，那我就不让平安教大壮了。听到三奶奶这么说，丁小白只能作罢。李正家的这份情谊，我会牢牢地记在了心底，日后肯定是要数倍回报的。回到家里，看到弟弟妹妹已经钻进了被窝。二丫，你也赶紧洗涮了上炕吧，早点歇着，明天还要去镇上呢。姐，我会快点长大，去城里打工赚钱。狗剩说了，他哥在城里打工可赚钱了，这样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丁小白捏了捏弟弟的小脸儿。大壮，给别人打工，再辛苦赚的也是小钱，你不是想要赚大钱吗？那打工是肯定不行的。那怎么样才能赚大钱啊？种地吗？爹得年年都种地啊，咱们家不还是吃不上喝不上，咬个肚子吗？大壮，只有读书才能彻底的改变命运。你想啊，为什么读书那么浪费银钱？还有那么多的人家拼着饿肚子，也要供家里的孩子读书啊。先不说你读好了书，有可能考个状元，以后当大官，吃朝廷的俸禄米粮，管辖着一方百姓，为黎民造福，为社稷出力。就只说你学会了认字，去外面当个掌柜的或者管事，每个月3、5两的月银，你要打多少小工才能赚得回来？一个月挣人家1年还带拐弯的，你想不想？真的吗？认了字就能赚大钱了？大壮一心还在赚大钱上，只要能赚大钱，我就学认字。丁小白倒不担心小家伙眼下一门心思想着赚钱，毕竟大壮还小呢，把吃穿当成头等大事也没什么不对的。等他再大些，又读了书，他就能明白更多的事理了。到时候不用字一教，书本就能教会他该做个什么样的人。丁小白干脆直接以这个切入点鼓励他。当然，读好书肯定能赚大钱啊！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大壮，以后我和爹娘、小多可就指望着你过好日子了。你可是咱们家的小男子汉啊！丁大壮自然听不懂什么黄金屋、颜如玉的，但下意识里也知道姐姐说的这个肯定是好东西，立马啪啪的把小胸脯拍得山响。姐姐放心好了，我会好好认字的，然后赚好多的银钱，咱们盖大房子买肉吃。丁小白笑着点头，姐姐相信你，不过认字很辛苦的，你可不能半路打退堂鼓，知道吗？半途而废是懦夫，姐姐不喜欢。丁大壮把小脑袋点成了鸡啄米。我才不是懦夫，辛苦我不怕，姐姐就等着吧，我会让咱家过上好日子的。你过来啊！接上回，丁小白正在诱导弟弟小壮读书能带来啥好处，突然就听到院门被拍响。三叔，我是大郎，你开下门。门开，丁二所家的大儿子丁大和走了进来，他身后跟着妹妹丁小红。三叔，我爹让我和妹妹过来看看你和三婶儿。是大郎和三丫啊，赶紧进屋吧，外面齁冷的，别冻着了。两个孩子进了屋，夫妻俩对视了一眼，都有点担心。不知道这大晚上的，二哥家的2个孩子过来是要干嘛？实在是让老宅的人给搅和怕了。见到那边的人过来，就总是会想到不好的事情。哎呦，大郎哥，小红妹妹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这大晚上的，万一路滑摔着可咋办？有事等明天白天过来再说多好。他也想不明白，二伯家的2个孩子这时候过来是要干嘛？这黑灯瞎火的，显得忒心急了些。看着怯生生站在屋里的丁小红，丁小白又忍不住在心里轻笑出声。也不知道丁家老爷子是怎么想的，听听他给几个孙女起的名字，小兰、小白、小红，真是没有半点伤心的意思，要有多敷衍有多敷衍。好在自家妹妹叫了小朵，不然起名叫个小绿、小黄、小粉什么的，可真是难听死了。你也知道爷爷奶奶的性子，要是白天过来，怕是他们又要闹一场了。没想到丁大和会说的这么直接，这让丁小白对这位比丁大山只大2个月的堂哥立马升起了不少的好感。三叔，
三婶儿，我爹娘让我给你们送点钱过来，家里的余钱也不多，你们别嫌少。钱不多，好歹先买点米粮，把眼前的日子挺过去。等到开春要盖房，我和爹爹也会过来帮忙的。丁三锁和李小河的眼睛立刻就湿润了，他们最知道丁老太太的为人，即便对其他的几个兄弟偏心，也绝对不会给他们留零花钱的。很明显，丁二锁让儿女把家里私藏的铜板送了过来，希望能帮着三弟一家度过最艰难的这段日子。都说锦上添花易，鞋中送炭难，不管银钱多少，只是这份心意，就比多少银子都要重了。大郎，你回去替我谢谢你爹娘，心意我收下了，可这铜钱我不能收。说着话，把丁大河的手推了回去。你们家也不宽裕，万一有个急情，没了银钱哪行？你让他们别担心我们一家，我们会自己想办法的。你看，现在不就有暖和的屋子住了吗？吃的用的也会有的，总会有办法。丁大河却是说什么也不肯把铜钱收回去。我爹说了，这钱一定要三叔收下。如果三叔坚决不收，那就当是借给三叔的，等三叔日后有了银钱再还也成。听到大侄子这么说，丁三锁也不好再把这份心意拒之门外了，只是铜钱揣进怀里，仿似有千斤重。呵，你爹娘的这份心意，我和你三婶儿收下了。现在不说感谢的话，日子长着呢，总有我回报的时候。丁大河摆了摆手，不，亲兄弟不要说这样的话，我爹娘不会想要三叔说报答不报答的，他们只会希望你们能把日子过好。说完就拉起妹妹的手。天晚了，我和妹妹这就回去了。三叔和三婶多保重吧，弟弟妹妹们也要好好的。这大晚上的，二伯还让丁大郎领着三丫过来，肯定是要给丁大郎打掩护用的，装成哥哥淘气，领着妹妹出来玩，还真是难为这俩孩子了。第二天清晨，丁小白、高山装好了炭，赶着牛车接上母亲。丁小白和娘亲则直接去镇上的铺子里买东西了，高山自己去交货卖货，做得熟了，倒也不用丁小白跟着。下午，高山送货回到约定地点。高山哥，你回来了，那你陪着我娘在这里归置东西吧，到出咱们坐的地方，我再去买点东西，马上回来。不等高山说话，李小河就急忙着开了口：二丫，你还想买啥呀？已经买的够多的了，连点心、零食也买了不少。娘，是必须要买的东西，我去就来，很快的。高山，你赶紧去陪着二丫一个人，我不放心，这街上人多，乱着呢。在李小河的心里，高山是常来镇上的，有他跟着闺女，就不担心会出什么事儿了。他倒是忘了，高山也才13岁呢。高山自己也不放心丁小白一个人，赶紧着追了上去。刚刚追到他的身后，就见他拐进了一间书画铺子。小二哥，我想买些笔墨纸砚，不需要太贵的，能写字就行。你看看，给介绍些价廉物美的呗。听到丁小白这么说，再看看他身上穿的衣服，小二就撇了嘴：穷成这样还想买纸笔，怕是饭都吃不上吧？真是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。铺子小二半点没瞧上丁小白，但碍于自家做的是买卖，虽然心里嘀咕些有的没的，到底没有直白的说出来。小妹妹，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咱家铺子是卖笔墨书画的，买油菜米粮，去旁边的铺子吧。丁小白也知道小二看不上他这样的穿戴的，看人下菜碟，从古到今，什么时候也少不了。我就是想要买笔墨，麻烦小二哥帮我挑拣些实用的。丁小白也不跟他计较，只是把自己的要求又重新说了一遍。小二不耐烦了：我说你这小丫头是听不懂话是怎么的？你知道一支毛笔一打宣纸要多少钱吗？边说还边挥起手往外撵人。赶紧出去吧，别在这里捣乱了，我这儿忙着呢，没空哄你玩。扬起的巴掌差点打在丁小白的身上，高山立马怒了，大步迈上前，一把挡开了小二的手，把丁小白护在了身后。你过来啊！哟！哎，你这小子胆敢到我们家铺子闹事，活得不耐烦了吧？我这就叫人去报官，逮你下大牢，看治不死你个小兔崽子！接上回，掌柜的，你快出来啊！我想要买些笔墨，您帮忙给挑挑，我买的多，你给实惠点儿。听到丁小白喊了掌柜的，小二的气势立马软了，赶紧的把声音压了下来。喊什么掌柜的？我不是在那吗？丁小白横了他一眼。你在有什么用？帮我挑笔墨了吗？店里有你这样的小二，难怪没什么生意上门，狗眼看人低。那边掌柜的已经听到声音过来了，看到眼前的场面，不用谁说什么，就猜出了个大概情况，不由得狠狠地瞪了小二一眼。上门就是客，你是不是又以貌取人了？跟你说了多少次都没记性，再有下回直接撵了你出去！赶紧的，还傻愣着干嘛呢？给两位客人倒茶赔罪，这么没眼色。掌柜伯伯，不用倒茶，我还急着回家呢。您看看，帮我挑些实用的纸笔，刚开始学字，不用太贵，可也要好用些的。
掌柜连忙应着。小姑娘，你看看这里的纸笔怎么样？都是价格合适的。丁小白把挂在架子上的毛笔拿下来，仔细的看了看笔头，用手指轻轻的捋顺了2下，又轻轻的捻了捻。掌柜伯伯，这个毛太软了，初学的人不好用吧？有没有稍微硬一些的？笔也要粗一点的，这么细，新学的人不好握。掌柜的眼里闪过一道诧异。小姑娘，你学过写字吗？怎么知道初学之人该用什么样的笔？这是又露馅了。丁小白赶紧摇头撇清，我没学过写字，不过我要送弟弟去学写字，所以就提前了解了一些。是要给你弟弟用的，太粗了小孩子也握不住。你要是信得过伯伯，伯伯就帮你挑2支笔可好？不挑贵的，给你挑好用的。丁小白连忙点头，那就谢谢伯伯了。掌柜的伸手从笔架上取下2支粗细恰好的，就这2支吧，等把这2支笔用秃了，字也就练得差不多了，可以换好一些的笔了。丁小白赶紧接过毛笔，连声道谢，又让掌柜的帮他挑了些练字的棉纸。新学的人用宣纸太过浪费了。掌柜伯伯，我还要买些墨和砚台，你也帮我一起挑了吧。虽然不能挑太贵的，但墨要能晕开的，太次的不行，练不出字来。掌柜的笑了，小姑娘可真是个精明的，放心吧，伯伯保管给你挑又合用又便宜的。对于这个又精又灵的小姑娘，掌柜的着实是喜欢的紧，自然给她挑了最好用的，还饶了一块便宜的墨给她，让丁小白开心不已。伯伯，你人这么好，我就再买一本入门的书吧。您看是三字经好，还是千字文好，或者先买百家姓？说着话，丁小白就朝墙上的书架看过去，眼睛在三字经、百家姓和千字文上打着转，有些拿不定主意。3、百、千都是这时候识字入门的书，掌柜的这次能够确定。自己是真的看走眼了，这个小姑娘绝对不简单。她说不认字，肯定是骗自己的，说不定是哪个大宅子破落了，但大户人家的底蕴还在呢。只看小姑娘不卑不亢的气度，也不像是农家院里出来的。我看就千字文吧，里面的字多，还有些连贯性的语句，用着应该合适。三字经太初级了，恐怕小姑娘用不到。丁小白眨了眨乌溜溜的大眼睛，想要反驳，他可不想这一打眼的功夫，自己就一再的露馅，轻易的被人给看穿了。怪不得这时候的人念不起书，就买了这么点东西，竟然花掉了5、6两的银子，够普通农户吃喝上好几年的了。心疼归心疼，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，穷啥不能穷教育，所以这笔投资是无论如何不能省的。嘿嘿，谢谢伯伯，以后再买笔墨，我一定过来找您。不用客气的哈，小二赶紧的帮这位姑娘把东西送过去，小心这点。丁小白谢了又谢，这才跟着小二出了书画铺子。高山跟在旁边，眼睛盯着丁小白，一转不转的。你倒是看着路啊，看我干什么？一会儿摔了可别赖在我身上了。丁小白伸手拍了高山一下，两人再回到牛车这边，看着小二送过来的厚厚2包棉纸，李小河都有点傻眼了。闺女这是要干嘛？娘，这是给弟弟学字用的，弟弟以后可是小先生了。虽然心疼银钱，但是听到小先生3个字，李小河脸上的笑容就藏不住了。自家儿子也要成为读书人了呀。是得给你弟弟多买些，让他好好练字，以后考个状元，也给我和你爹脸上贴贴金。小二听到这话，刚想要习惯性的撇嘴，真当状元是那么好考的呢？整个西秦国3年也才出1个而已，可不是大风说刮就刮来的。既然东西送到了，那我就回去了，铺子里还有活计等着我呢。您几位一路好走，以后常来我们铺子光顾。丁小白赶紧拿了一个点心递给他，也没什么好东西，这个小二哥拿着吃吧，谢谢你帮我们送东西过来。山哥赚到银子了 ，CT 不 CT 啊？买了那么多东西 ,CT 不 CT 啊 ？CT 二丫，今天买了这么多的棉花和棉布，回家娘就给你做套新棉衣，女孩儿家的可得穿的暖和些。还有高山，回头婶子也给你做一套，省得这大雪豪天的往山上跑，再把你给冻着了。没想到丁家婶子还带了自己的份儿，高山心里自然是高兴的，嘴里却紧忙着拒绝。谢谢婶子了，我身上的棉衣挺暖和的，不用重新做，你留着给大壮和小朵妹妹做吧。李小河豪气的挥了下手，他们有他们的，你的是你的，买布的时候就带出来了，你就别管了，保管你有新衣服穿。说完又皱了皱眉，你们俩应该再做双新鞋子，连双换的都没有哪能行。到了家门口，几个人就忙着往院子里搬东西。附近的各家邻居听到声响，也都好奇的出来看热闹，有热心肠的，自然也少不了那心里嫉妒的。看着丁家买了这么些东西，嘴里就忍不住说些这3不着2的话。三奶奶听见不乐意了，
会说话就说2句，不会说话就回家猫着去，怎么就看不得别人好了？人家买东西干你们啥事儿？三所家怎么从老宅搬出来的？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不买些柴米油盐的，他们怎么过日子？一家子吃啥喝啥，等着饿死吗？一个嘴碎的婶子又嘀咕着，都净身出户了，哪来的银钱买这些东西？说不得就是当初在老宅那边昧下的呢。嘿，我说钱家侄媳妇儿，你没那善心帮别人，不代表别人没有。丁家弟妹的手有多紧，咱们半坡村有谁家不知道的？三所2口子怎么可能没得下银钱？你说话的摸着良心，实话跟你说，买东西的银钱是我们家借给三所的，丁三所也是写了借据的，要不要拿给你看看啊？还是你有那好心，想帮三所家还钱？听到丁三所买东西的银钱是借的，几个长舌头的女人到底是吸了什么，溜溜的走了。被训斥了，不甘心，就直接步入丁家老屋，去给丁老太太报信去了。果然，丁老太太听得3儿子一家都净身出户了，竟然还买回1牛车的好物件，真是两眼发红，又气又馋。不行，我得过去看看，有什么好东西就直接搬回来。老四媳妇，你跟我过去，不信我相中了啥，他敢不给的？娘，三哥一家签了段亲文书，李正也说不让咱们再去搅和了。三哥家从现在开始分支另供，跟咱家已经没有关系了。丁老太太听到4儿媳妇这话，大声的呸了一口。签什么书，他也是我儿子，也是从我肠子里爬出来的，不认我就是不孝子。我看他敢给我撂个帘子看看，他要是真落下个不孝的名声，闺女可就没人要了，儿子也找不着好人家的闺女，他绝对不敢。听到自家婆婆咒得这么狠，柳翠翠的心头一跳，第一次觉得老太婆心太狠，这哪是亲儿子啊，根本就是仇人，完全看不得三伯伯家有一点好，以后说不定也得离这个老太婆远着点。看4儿媳妇退了又退，半点也没有跟自己过去的意思。丁老太太气得抓了条扫帚就打过去。没半点筋骨囊的玩意儿，不过是让你跟我去搬点东西，又不用你出头，这点胆子都没有，熊货！那个死丫头抡2回菜刀你就怕了，不过是个8岁大的娃娃，吓唬人玩呢，咱们还治不了她了。话是这么说，想到那死丫头抡起菜刀不要命的样子，苏老太太也有点委了，咬牙切齿地道：死丫头，我早晚要她好看，要闹她自己闹去，只要不扫了自己的好处就成。我可犯不着再去惹2丫头，那真是个狠茬儿，敢下死手的。丁老太太却是惦记上了老三的家当，怎么也想不明白老三家哪来的钱，可就这么放任着他又怎么会甘心？傍晚，丁小白家锦香里相亲来家里做客，妇人们坐在一个炕桌边，另一桌是个家的孩子，每个人捧着一个碗。小何弟妹，你是怎么把2丫教的这么好的？瞧瞧我们家那个，比2丫还大1岁呢，却赶不上2丫的1半懂事。孟嫂子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别让孩子听了心里不好受。说实话，我倒是羡慕你们家妮子，这个年纪不知愁才是福气呀。我们家2丫是操心太多，都是我们做爹娘的没用，拖累了她。丁三所家的情况，全村几乎没人不清楚的。要是没有他们家2丫头的强势，怕是在老宅那边被压得一辈子也抬不起头来。来，吃菜，这个炖肉是真香。小何弟妹的手艺是真不错，不过嫂子劝你一句，你也别想那么多，有个能干的闺女，到底也让你少操心不是？这家李家万一把手，不知道让我们多少羡慕呢。再说了，不说眼前你们2口子就享了女儿的福，就只说日后2丫若是嫁出去了，那也不是个吃亏的，少了你们多少的惦记呀。这话招人听，李小何立马顺心不少。嫂子们说的对，不过那都是几年后的事了，咱们今晚只管敞开了量吃，吃饱吃好。男人有一个奇怪的癖好，别人恨不得和这个老太太断绝所有往来，而他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往上贴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吗？有事儿你就说呗，咱们自家人有什么不好说的？丁小白是不屑的撇了撇嘴，娘亲猜不着不等于他猜不着，这个孝顺儿子肯定又惦记起他亲娘了。那个，我是说，今天咱家做了好吃的，是不是给老宅那边送点过去？到底是长辈。李小荷盯着丈夫看了半天，眼里浮上了一层薄雾，又再退了下去。我这就去把饭菜装好，一会儿你自己送过去吧，我
我就不跟你过去了。听到媳妇儿应了，也不介意他不陪着自己一起过去。丁三锁立马高兴起来。萧何，还是你最知理。成，你既然还想跟那边打连连，我们也不拦着你。你说的对，那边到底是你爹娘，可要是因为你的决定，让他们觉得那个亲断不断没什么意义，又打着占便宜的心思缠上门来，那你就回老宅跟他们过吧，我们不在乎跟你再断一次气。这话说的太狠，丁三锁听得脸都白了。我是你爹，你就是这么跟我说话的。你是我爹又怎么了？我为什么不能这么跟你说话？你还是先想一想自己为这个家做过什么吧。白吃白喝的人凭什么做我们的主，还要把我们好不容易得到的自由拱手让出去？现在的自由是我豁了命争取过来的，你愿意一辈子被人踩在脚底下蹂躏欺凌，那是你自己的事儿，别把我们4口带上。做丈夫保护不了妻子，做父亲保护不了儿女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摆当爹的臭架子？对着那边的人，你可是只会屈膝服软，对我们倒是趾高气扬了。你可别说你每天头拱地的干活养活我们，你是在为那一大家子人卖命，他们吃饱喝足了，我们可还饿着肚子呢。说句不好听的，如果没有你这个儿子的名头在，他又凭什么欺负我们？我们又凭什么受着？你要回便回，没人拦你，这个家没了你，或许能过得更好呢。起码娘亲不会再随便被人扇巴掌，我们也不会无故的被打骂。丁三锁听了大女儿的话，但他羞愧的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咱家现在的1粒米1滴油都是我赚回来的，谁家8岁的丫头挖炭窑砍大树，跟我摆谱你也真好意思啊？让你送菜已经是给你面子了，你要当孝子没人拦着你，但你要是再连累到娘亲和弟妹，继续让他们受苦，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。二丫，不管怎么说，那都是你爷爷奶奶，没有他们就没有我，也没有你。虽然你奶对我一直不算好，但好歹也把我养这么大了，哪有儿子吃香喝辣却置长辈不顾的？没有这个理儿啊。是啊，你是儿子，一心惦记长辈没错，可你想没想过，你要孝顺的长辈是一般的长辈吗？他们吃香喝辣的时候，可管过咱们一家5口人的死活？你跟娘亲流血流汗当牛做马的时候，他们可曾怜惜你们一点儿？全家的田地都是你和我娘在种，那边10几口人躺着吃现成的，可偏偏吃不饱的也只有咱们家，这是亲爹亲娘能做出来的事吗？看着这样的丁三锁，丁小白也没了耐心，这样的人就活该被欺负，一身的软骨头。他说再多又有什么用呢？算了，不跟你说这些了，说了你也不明白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古人诚不欺我就不该试图叫醒一个装睡的人。我不会挡着你送东西，更不会拦着你孝顺，我只是提醒你一声，一旦你又把他们的贪婪勾起来，那你就一个人承受代价吧，我们不会再奉陪。说完扯了娘亲一把。娘，咱们休息吧，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呢，天上不会掉馅饼的，咱们可没工夫操这些闲心。丁三锁一脸无奈走出院门。啊，大郎！没想到站在门外的是二哥家的大郎，丁三锁的心头不由一紧。大郎，可是有什么要紧的事？听到动静的丁小白和李小河也走了出来。是大郎啊，我去给你盛些菜来，今晚有炖肉，你多少吃些，一会再给你爹娘端回去1碗。不用了，三婶，我今天过来是有要紧事跟你们说。我长话短说，今天有人去跟奶奶嚼舌头了，说你们不知道怎么就发了家，买了不少好东西回来，奶奶把家里人都叫到了一起，商量着要过来搬东西呢。我爹让我过来给三叔三婶儿透个话，让你们有个准备。就这个事儿，你们自己想想办法吧。我这就回去了，要是被奶奶发现我过来这边，又要一顿吵闹。丁大河办事也是干净利落，事情说完，半点犹豫没有，正准备走，就听到二丫妹妹嗤笑出声。看吧，我怎么说来着？你还惦记着要给那边送菜去，不送人家还惦记呢。丁小白却感觉这药下的还是不够猛，既然打了脸，那就打得再狠些吧，省得有人总是记吃不记打。行了，您赶紧去做您的大孝子吧，我们绝对不拦着。不过我刚刚说过的话可是算数的。听到二丫妹妹的话，丁大河猛地回过头，愣眉愣眼的看向丁三锁，一脸的不敢相信。三叔，你不是要去奶奶那边吧？你们一家闹了那么大动静，好不容易才脱离出来，那边正找不着借口再跟你搭上呢，你倒还想着再回去受罪。果然是旁观者清，大河哥都看明白这里头的弯弯道道了，也就你一个人还看不透。既然你非要羊入虎口，我们也真拦不住。我是不是他捡来的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怎么就看不得我过舒坦日子呢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这是怎么了？没事啊，
这不是还有我呢吗？李小河用力拍了2下丁三锁的脸，想让他回神儿。你别想那么多，他又不是今天才这么对你，他不要你我要你呀，还有咱们的孩子，我们都会陪着你的，一直陪着你。丁小白冷眼看着，半点也没有过去安抚的意思。一个大男人过了20几年备受欺凌的生活，却还是看不清那点事，又有什么值得可怜的？什么受苦受难都是他自找的，自己也不过刚刚穿过来半月有余，还不是把日子闹了个天翻地覆，把自由抓在了自己手里。爹，我觉得吧，你最好还是重新开一块地，老然后面那块地不稳当，别辛苦了一63遭，却白费了力气。二呀，你给爹说说，怎么个不稳当？爹脑子慢，想不了那么多。这块地已经开出来一大块了，扔下了实在太可惜。丁小白想说跟老宅离得那么近，老宅那边说不得会惦记，可事情没有发生，这话怎么说都有挑拨的嫌疑。何况眼前这位还是个大小子，自己要是说多了，他免不了又会觉得自己是因为对老宅那边有偏见，故意说些是非。算了，我也就是随口一说，你愿意开就开吧，以后真要出了什么事，咱再想办法，或许直接买些熟的回来种，也是一样的。第二天，果然该发生的事还是提早发生了。姐，爹得晕过去了，呜呜，被人抬了回来，娘亲哭的，呜呜，差点避过气去，你赶紧回家看看吧。什么？爹得晕了？早上跟他说话的时候，看着他挺精神的呀，怎么突然就晕了呢？开地累着了，还是昨天的事情把他刺激着了？老头子，三锁这么半天还没醒过来，让富贵讨车去请郎中吧，别再给耽搁了。三婶儿，你先别哭了，瞧把小朵都给吓着了。三叔晕着，家里就指着你呢，二丫没在，不是还有我们帮忙呢吗？丫头，你回来的可太是时候了，还想着上哪儿去找你去呢？娘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我爹怎么样了？丁小白走到床边，看着躺着床上晕迷的男人，胸部起伏均匀，呼吸却略微有些缓慢。娘，我爹肯定没事儿，你别担心。丁小白直接伸手按上了爹爹的人中，他也不知道管不管用，先试试再说吧，电视里都是这么演的。哎呦，真是的，我们怎么就忘了给三锁掐人中啊？全都给吓懵了，倒让二丫一个孩子想起来。可不是，一屋子大人都没一个顶事儿的，帮忙都没帮到正地方，也真是够没用的。哎呀，醒了，三锁，三锁。我这是怎么了？还怎么了？你晕过去了呗，怎么叫也叫不醒，可把我们大伙儿都给吓坏了，真怕你就这么过去了。要不是你们家老太太嚎了那么一嗓子，又凑巧被人听到，真不知道你会怎么样。谁能想到你晕倒在地里呀？你也算是个有福气的。想着当时丁大锁扔下昏迷的弟弟，飞快地跑走了，连老娘都顾不上，李正真是气得心肝肺都疼。可看着丁三锁现在这副脆弱的样子，这话到底被他压在了舌头底下，不敢在这个时候给他添堵。这是怎么话说的？醒了是好事儿呀，可不带哭的，是不是哪里难受啊？要不还是去请郎中吧。李正叔儿，我不想活了呀。爹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你怎么会无缘无故晕倒的？是不是我奶那边又出什么幺蛾子了？都是村里的乡亲，有什么事儿不能说的？正好三爷爷都在这儿，准能给咱家做主。男人并不回答，只是个哭个没完。丁小白心里的预感就更加强烈了，事情必定是有关丁老太太，那是亲娘，这个男人才没脸说出来。大男人有事儿说事儿，怎么还不如个孩子呢？有我在，不会白看着你受欺负的。丁三锁赶紧用袖子堵住了嘴，好一会儿才把抽噎咽了回去，泪眼朦胧地看向李正，明显心里有些挣扎。有话就说，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才能给你做主，你也没必要遮着瞒着的。就你们家这点事，村里乡亲哪有不知道的？你还怕被谁听去了不成？对于丁家老宅那边，李正真是越来越看不上。亲儿子摔在地上，亲娘和大哥却都是立马就逃了，完全没有要救人的意思。李正叔，我今天去开荒地，结果我娘领着大哥等在那儿，说那荒地是用他们家的农具开的，那地得归他们家。归他们家？你和侄儿媳妇刚开的荒地，他怎么也想不出，怎么会有人这么不要脸？真不知道他家日常维持的那些好名声有啥用？只要虐待儿子媳妇这个名头坐实了，谁还敢嫁女儿去那样的人家？谁又敢娶了他家的女儿过去？没断亲也是分家了啊，农具是分给你们的，
那就是属于你们自己的东西，怎么就是他家的了？我娘说那是我爹硬要给我的，她没同意。分家的时候可没说包括这些农具。丁小白连不要脸都懒得骂，老宅的人为了榨干他们一家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，根本就是半点脸面也不想留了。算了，不过是才开出来的那么一丁点儿的，不要就不要了，以后咱们开得离他们远点就是。因为心里早有准备，丁小白倒是没觉得这事儿有什么接受不了的，没在秋收的时候才来闹，自家都算是占便宜了。森爷爷，能不能给我加个准话？我们家可以买下哪块地做宅基地，以后我们就在自家宅子的附近开荒垦地，用的都是自家的农具，想来老宅那边也就没话说了。眼下趁热打铁正是好时机，抓紧机会博同情，若是能把宅基地和田亩定下来，可就是意外之喜了。丁小白早就相中了一块地，就在高山家房子正对着的山脚下，好大的一片空地，跟谁都不挨着，真是没有再好的了。村子里是没地儿了，村头外边也不好建房子，那就在村尾挑吧。出了村子往西，你们家无论相中哪儿块地，只要是没准的，我都应你。真的可以让我们自己选吗？那可太好了。森爷爷，我想要村尾出去，山脚下大红松树边上的那块地。山脚这片都是浅林子，很少有那种粗壮参天的大树，偏偏有一棵大红松树长得茁壮茂盛。丁小白一说，大家就知道是哪儿了。我是想着吧，既然要建房子，那不如直接挑块开阔点儿的地，就算现在没钱建大房子，留着以后扩建也好啊。看李正半天没回应，丁小白就拧紧了两只手，一副有点无措的惊慌模样。森爷爷，是不是我说错了什么？还是那里有人家定下来了？没有，没人定下来，我就是觉得吧。哦呀，咱家也就5口人，哪用得着这么大块地方建房子了？屋子大了自然费银钱，不只是买地要花银子，青石、土坯、木料这些也是又费工又费力，而且屋子多了闲置着也没用啊。这块地已经出了村子，比在村里买地要便宜上好多，自然是多买些才划算。以后大壮结婚生子，给你和娘亲生上10个8个的孙子。屋子小了哪能装得下？到时候再想买宅基地，可不知道能不能买得着了。李小河听到10个8个孙子，一下子就来了精神。还是二丫想的周到，是得盖个大点的房子，不然住不下可咋办？就买个大的。而且这地儿空旷，没人争抢，院子可以围大一点，到时候不管是种菜还是种花，都随咱们自己的心意，多好啊！三爷爷、太爷爷，等我家起了房子，往外捐院子不用花银钱吧？是不是跟开荒一个意思？这个当然是不用再花银子的，只要没挨着左邻右舍就行。谢谢三爷爷，虽然得花银钱，我还是想把这块地买下来，即使眼跟前儿还建不起大宅子，留着以后慢慢建也好啊。不怕1万就怕万一，万一日后有别人也相中了这块地方，然后买走了，我家就算有能力扩建也没办法了，那多可惜，不能冒这个险。成，你们自家人没意见，我当然也没意见。二丫说的也不能说没道理，谁能猜到以后的事儿呢？搞定了宅基地，又在宅基的周围标出了自家要开的5亩荒地，并得到了李正和村老的认可。丁小白一身轻松了，只要丁家老宅那边不再闹出什么幺蛾子，我们家的好日子就指日可待了。反正自己手里有钱，自然心里不慌。第二天，高山和丁小白一大早走上山，突然，谁在那里鬼鬼祟祟的干嘛呢？有人在偷看，被发现了想逃跑，高山几乎是瞬间就反应了过来，扭身他就要追上去，被丁小白一把抓住了手腕，他跑得太急，差点把丁小白给带倒了，吓得他赶紧停住脚步，扶稳了丁小白。高山急慌慌地问道：你怎么样？抻了手没有？扭了腰没有？有没有哪里疼的？没有，我哪也不疼，没伤着，你别担心，我好着呢。看丁小白确实不像是伤着哪了，高山就沉下了脸。你拉着我干嘛？万一让人把咱们烧炭的方法学去了可咋办？如此鬼鬼祟祟的出现，自然不会是好人，肯定是心怀鬼胎的。不用想，能跟到这里，自然是想打炭窑的主意。丁小白拍了拍他的小弟，让他稍安勿躁。来的明显不是一个人，你追不上倒还罢了，万一追上了，他们会等着让你抓吗？受了伤可咋办？没事的，高山哥，就算他们看到窑了，不知道烧制过程中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，像是火候、时辰什么的，也烧不出好炭来。万一来的是炭厂的人呢？烧过炭的人，
只要回去多试验几次，总能尽快的掌握方法。你不也说这个不难学吗？高山哥，这里已经是深山边缘了，外人不可能走到这里来，就算迷路也迷不到这么偏僻的林子里，所以来人不可能是探长的人，能走到这里的只能是村里的人。不过他们既然能跟过来，还躲着不出声，自然是打定了出卖炭窑的主意，跟探长还真是不无关系。这话倒是对，高山点点头。能想得到上山偷窥到的人，必定是心里有盘算的，他们暂时不会领着外人来，以后就难说了。心里有盘算的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有人故意跟踪我们上了山，看我们在做什么，然后把咱们炭窑的秘密卖给探长？答案如此明显，丁小白看着他没答话，高山的眉毛就打了结，好半天才轻轻地说道：难道是丁家老宅的人？我也不敢肯定，但是8、9不离10吧。我想不出村里还有谁会想到跟踪我们。这个老六我真的服了，他们还真是没完没了，躲都躲不开了，抢不去你们家的东西，这是又想着来偷了。对于丁家老宅那边人的无耻，丁小白现在已经很适应了，反倒没高山这么生气，自己也不希望高山因为这件事憋闷。不管来的是谁，总不会让他讨了好去。你放心吧，我自有妙招对付他们，贪婪是会遭到报应的。看到丁小白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高山的脑子里灵光一闪。你是不是早就料到他们那边会来人来偷看炭窑了？丁小白当然不会承认。我可没有那个先知先觉，只是信不过那边的人，总担心有个万一什么的，就提前做了点准备，哪知道还真就让我猜中了呢。这么大的事儿你竟然瞒着我！高山伸手点了点丁小白的脑门，结果小丫头没防备，竟被怼得朝后倒了下去。摔疼了没有？都怪我下手没轻没重的。没事儿没事儿，摔草地里又不是砸地上了，一点儿也不疼。李正这2天安排了村里7、8个身强体壮的年轻人，让他们盯紧村里的路口，若是有陌生人出现，就赶紧来报给他。这一天的晌午，他终于接到消息了，把轮值的几个人都叫上，跟我走。来报信儿的是嘎子和二彪，今天是他俩当值。听到李正叔吩咐，嘎子赶紧跑着去叫人了。李正和二彪则悄悄跟上了那几个陌生人，带着几个人进了丁家老宅的院子。李正气得牙痒痒，真是个吃里扒外的。二彪自然不知道李正叔生的是什么气。叔，咋了？这几个人不是来石头叔家串门的吗？咱们干嘛要跟着他们啊？李正也不理他，只叮嘱他躲好，别让人给发现了。很快的，丁大锁和丁四锁就跟着这几个人走了出来，一行人出了院门就直奔了山上。李正带着二彪赶紧继续跟上，半路和叫人的嘎子会合，人多目标有点大，就不敢跟得太紧。几个跟过来的年轻人不免都有点懵，可个个都带着点小兴奋。不知道李正叔这是在搞什么秘密活动？好刺激呀，我喜欢。年轻人小声的嘀咕着，结果上到快过浅林子的时候，突然就听到不远处传来了喝骂声。赶紧的，快着点上去，别让高山吃亏了，被人在家门口欺负了，咱们村的脸可丢到姥姥家去了。丁大锁、丁四锁，你们2个扑街的要干嘛？带着外人来欺负自己村里的人吗？这是不打算再在咱们村里混下去了。我们家弄了个窑，我娘让我领人来看看。我去，这窑是我建的，什么时候成你们家弄的了？脸比我家墙还厚呢。哟，什么你建的窑？明明是我3弟家建的，自然就是我们家的。这位大哥是开炭厂的，想跟我们家学学烧炭的技术，这可是为民造福的好事儿呀，咱们自然得支持不是？要是能烧出更多的炭来，让老百姓都不再挨冻，那是积了多少的功德呀！藏着掖着可不够光明磊落。这不，我就把人领过来了。呸！丁大锁，你收了人家多少钱，就要把咱们全村的人给卖了？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李正叔，这是我们自家的事儿，跟咱们村里人有什么关系呀？您老糊涂了吧？谁老了？谁糊涂了？你放什么狗屁呢？你个4、6不知的玩意儿，真是气死我了！二丫头老早就跟我说好了，打算把炭窑好好的弄一弄，等做出些经验，就把方法交给咱们村里的乡亲们，带领大家一起赚些银钱。你现在领着外人来偷技术，不是把全村人卖了是什么？要是我没及时赶到，你是不是还想带着外人跟山子和二丫他们俩动粗啊？亏你还口口声声说跟二丫是自家人，自家人有这么欺负自家人的吗？
你个没皮没脸的东西，太无耻了！没想到李正会直接动手，丁四所吓得立马就躲到了那几个陌生人身后。你躲什么躲？现在是个什么情况？不是说你们自家的买卖吗？我可告诉你们俩，收了我们的银钱，别想着事情就这么算了。这是我们买炭窑的合约，我不管你们怎么解决这件事儿，这个炭窑现在归我们了，你们的事情你们自己处理。丁家老宅可是真够狠的，下手竟然还是不留半点余地。他买他的炭窑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你管他要去就好了。这个炭窑是我们的，我们也是报备给李正了，所以谁也别想动。签了回约还有不好使的吗？小姑娘，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。他们两个收了我们的银钱，说了带着我们过来看炭窑，以后炭窑就归我们了，这可是有白纸黑字的证据。行了，你要是这么说，明天我也带着人去你们炭厂，说那个炭厂让我卖了，也拿张破烂纸当证据，你们的炭厂可就成别人的了。我给丁三所家作证，这个炭窑是丁三所跟老宅断了亲后自己开的，在我这里报备过了，还说等着做熟年了就把技术交给村里，所以现在这个炭窑不只不是丁家老宅的，它还是属于整个半坡村的，我看看谁敢拿走。虽然炭窑简陋到不行，知道他是真能出银钱的，不然丁三所家也不可能那么快就还上了自家借给他们的银钱，还置办了那么老多的东西。丁小白还答应了明年让他带着全村致富，他怎么舍得就这么轻易的拱手让出去？你们合约竟然都不好使了。领头的汉子气得要发疯了，可眼前这位是半坡村的李正，由李正出面，他在气愤在眼红，却也是毫无办法。反正我们是给了银钱的，你们哥俩必须得给个说法，不然这事儿完不了，我们东家可不是吃素的。炭厂开了这么多年，还从来没吃过这样的亏呢，回去跟东家可怎么交代？本以为是个容易的差事，几个人是抢着过来的，想着办好了这趟差，轻轻松松的就能得几个赏钱，哪想到会出现这样的结果。眼见着鸡飞蛋打不说，很有可能回去也没好果子吃，自然是不肯放过丁家哥俩，围上来就把两人一顿胖揍。李正叔，我们错了，不该见钱眼开，做下坑害村人的事，求你饶过我们哥俩这一次，帮我们一把吧，好歹咱们是一村的人啊。好了好了，几位兄弟，这事儿虽然是丁家兄弟的不对，但你们没有打听明白情况，就贸然付了银钱，真要说起来，两边都有错。就像二丫头说的，如果我们拿着一张契纸去你们炭厂，说有人把炭厂卖了，是不是你们的炭厂也能归了我们呢？显然是不行的。既然这样，那就让他们哥俩把银钱还给你们，事情到此为止吧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谁知道以后会不会江湖再见呢？这位李正，你是认字的吧？看看上面写的，他们说炭窑是自家的，所以我们才付了银钱，特意标明了的。如果他们违了约，是要返还10倍银钱的。谁能想到他们吃了豹子胆，敢骗我们东家呢？果然按自己想的来了，生意人哪有肯吃亏的？这回看丁家老宅要怎么办？一次就亏死他们，看他们还敢不敢再得瑟。坏人总是要遭报应的，老天开眼了啊！李正叔，你可得救救我们一家子啊！我们哪有那么多的银钱还了？砸锅卖铁也凑不够啊！这是逼我们全家去死啊！10倍，这也太多了吧？多什么多？既然签了合约，当然就是束缚双方的。如果他能把炭窑卖给我们，我们自然是用不着他们赔银钱的。要是赔不出银子，就等着被我们东家拆了骨头喂狗。二丫，你就把炭窑卖给他们吧，救救大伯和四叔，你可是我们的亲侄女，不能见死不救啊，会遭天谴的。你卖我们家的窑都不怕天谴，我怕什么？天真谴了也有恶人顶着呢，银子又不是我收的，跟我说不着。没想到自己都出生求这个死丫头了，她竟然半点不心软。丁大锁就朝丁小白高山立马掰开了丁大锁的手，挡在了丁小白的面前，不让任何人再碰到。然而丁大锁也是个窝囊的，好吃懒做惯了，没半点力气，竟然直接被高山给甩了出去。哟，好你个兔崽子，克爹死娘的玩意儿，竟然敢打我！还真把老三家当靠山了，死老三也是被我踩在脚下的烂东西，你个天煞孤星，不得好死的！老三不过是利用你给他们家出力罢了，2口饭就给你哄乐呵了，你还真有奶就是娘。嘿嘿，我们家里不利用跟你有啥关系？有你说话的份吗？就算他有奶就是娘，好歹我们家还给他吃饭了呢，你给了他什么？就会空手套白狼是不是？就像现在这样，拿我们家的窑去卖钱，明明是我家的窑，
钱却揣进了你的兜里，真当大家都是傻子呢？强取豪夺也要有那个本事，你倒是说说看，有什么本事从我们家手里抢东西？别拿老太婆压我，为了活命，我可是谁也不在乎，爹娘都不行，所以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去吧。你赔不赔钱跟我完全没关系，原本还想帮你说两句好话来着，可现在嘛，哼。丁小白叉着腰，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。高山僵着脖子朝他看过来，眼眶一点点开始泛红，清白的脸色却逐渐的变得红润起来。高山哥，你没事吧？丫头，你别担心，我没事。不过这个炭窑恐怕要有事了。说完，就见高山拎起了手边的镐头，半点没犹豫的对着炭窑就砸了下去。行了，这下子谁也别惦记了，有能耐的就自己回去古道吧。我和二丫头就不奉陪各位了。丫头，走，我们下山。我刚刚就是这么想的，大不了砸了窑，一了百了。没想到高山哥会比我先动手。阿亮，事情还没解决完呢，你先别走。既然事情是丁大锁哥俩引起的，你的损失自然要由他们来赔。看着全村人的希望被砸没了，李正心里恨不得生撕了这两个半坡村的叛徒败类，哪还会再想着可怜他们，替他们平事，背锅就更别想了。这几位兄弟，你要找赔偿就去找他们家。虽然我是半坡村的李正，可这件事我保证不插手。你们之间有合约，自己的事儿就自己解决吧。不过我现在要先带他们回村，解决我们村里的事情，见利忘义，罔顾亲情。我们半坡村绝对容不下这样禽兽不如的东西。高山、二丫，咱们直接去祠堂。半坡村的叛徒不配住在半坡村。嘎子，你快移步回村，把乡亲们都叫到祠堂去。一行人很快就回到了村子里，看场的人当然也跟了过来。到祠堂里来了大半的村民，都是家里能做主的。李正重重地咳了一声。乡亲们，今天有个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说一下。李正把丁小白如何找到自己，跟自己商量，如果他们家炭窑试用成功，就把炭窑交给村里，让全村人得福利的事情全说了。跟大家伙实说吧，三锁家早就还清了我们家的银钱，日子也是眼见着过起来了，这些可全是炭窑的功劳。现在丁大锁和丁四锁把不属于他们的炭窑卖给了外人，甚至带了外人妻上门来拿窑了，这可是明目张胆的强取豪夺，搁谁身上也受不了啊！三锁家气愤之下砸了炭窑，乡亲们，就因为这两人，咱们全村的福利没了，额外的进项落空了，你们说怎么办吧？我把人给带回来了，怎么处置？先看看乡亲们怎么说吧。这样的人渣还留在村里干嘛？一条臭鱼腥了一锅汤，带累着全村人过不上好日子，蔫了吧？让他们家在咱们村里住下就是个错误，说不定当初他们就是被原来的村子赶出来的呢。一家子祸害，赶紧撵出去吧，省心。也不能这么说，歹猪出好笋，三锁一家就是好的，能想着替咱们全村人琢磨进项，咱们可不能忘恩负义。乡亲们七嘴八舌地说着自己的想法，祠堂里一片同仇敌忾的气势，可是把丁家老宅的人吓得够呛。看着眼前的混乱景象，丁石头整个人都凌乱了，他不知道要怎么去处理眼前的这个情况。老爹老娘不在了，谁来帮自己？好一会儿，他才像想起了什么似的，抖着手去捅自己的二儿子。二锁，赶紧的回去找你娘，咱家要被赶出村去了。你看这个老太太欺负起三儿子来，可是半点不带手软的。前些天差点没把三儿子欺负喜，现在又打炭窑的主意，接上回丁二锁把丁老太叫了过来。李正兄弟，老大和老四也是为了给家里添个进项，他们也没有想到老三是想把炭窑交给村子里呀。唉，也怪我和孩子爹没有把孩子看紧了，要是早知道他们动了这样的心思，怎么也得拦下来。老三到底是自家兄弟呢，就算炭窑没打算给村里，那也是他一家养家糊口的来源，哪能就想着给卖了呢？丁老太太直接把自己摘了个干净，想着这样才能有机会替两个儿子说话，更能表示卖炭窑这事，没有想让全村断了财路的意思。咦，他说不该惦记老三家，到底是亲兄弟，这话谁信呢？李正兄弟，你给他们一次改过的机会吧，我和孩他爹回去好好管教，再不让他们犯这样的糊涂了，你帮着跟乡亲们说说好话。乡亲们都是穷给闹的，俩孩子也是想帮帮家里，并不是诚心坑了大家伙儿的。
眼见着要过年了，家里半个铜板都没有，这个年难过呀。乡亲们不也是因为手头紧才这么着急的吗？拿人心比自心，你们就放过我这2个孩儿吧。他们也是想让家里能过个好年，才动了不该动的心思。好在也没真的造成什么损失，窑被砸了没什么的，再让老三家弄一个，交给大伙儿就是了。啊，对，不得不说，丁老太太的一番唱念做打，到底是让大部分村人心软了。何况她最后还给出了一个似乎是很好的弥补办法。爷呀！也是的，都是穷闹的。既然没闹出什么大事儿，那就算了吧。就是，也没真的造成什么损失，让三所再弄个窑窖，咱们不就行了吗？怎么，我们家的窑被人平白无故的卖了？合着大家伙就打算睁只眼闭只眼的过去了？你们口口声声的说没有损失，大不见小不见就算了，真是好笑。是你们没有损失吧？站着说话不腰疼？那窑可是我们一镐一镐刨出来的。我们一家人磨出了多少血泡才弄出了那么一个？我们家的损失又该怎么算？都睁着眼看热闹，想一分力不出就拿到好处，天下哪有那样的没事儿？把我们一家当傻子呢？这么好糊弄 ？C 爷爷，我只要您一句公道话，那边拿了卖窑的钱坑了我们一家子，这边却是等着秦县城的福利看热闹，我们家又该怎么办？还有我们，太阳说好了卖给我们，我们也是花了真金白银买的。现在却说要交给你们整个村子的人，拿我们农家当猴耍呢，违约要赔10倍的银钱。这哥俩是你们办坡村的人，李正你也得给句话，我们也好办事儿不是？个个都让李正给句公道话，真是一个头2个大。他也没想到啊，村里人3言2语就被丁老太太给蛊惑了，转眼间就站到了丁老太太的阵营里。我也没什么说的了，炭窑是3所家的，他们愿意帮助村里的乡亲，那是他们一家善良大度，不帮也是做人的本分。既然大家也觉得这是可有可无，3所家帮不帮的无所谓，以后大家伙就别惦记了。3所家以后开不开窑都跟咱们没关系。至于这几位兄弟，杀人偿命欠债还钱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既然你们有合约在，那照着合约办就是了。我们村子是不会插手的。有了李征这话就好办了，炭窑的人直接抓住了丁家2兄弟。走，带我上你们家去，拿了10倍的银钱算完事。若是拿不出，就带你们去见官。嘿嘿，到时候可别怪我们兄弟心狠手黑，蹲大牢是轻的，看不薄了你们2层皮，再拆了你们的骨头。丁老太太还不知道有10倍还钱这回事儿，此时听说了，捂着胸口差点昏过去。他家哪有那么多的银钱？眼珠一转，就瘫坐在了地上，哭嚎着拍起了大腿。要死了！我们老丁家的窑我们还卖不得了，你个死贼人，贱骨头！看着有人想害死你兄弟，你半个屁都不放，还算是人吗？你个丧尽天良的！原本还想着为自家兄弟说情的丁3所，听着老娘的一番哭骂，眼睛都快要瞪得脱眶了。这个人真是自己的亲娘吗？娘，别叫我娘，我没你这样的儿子。亲兄弟要备下大狱了，你竟然眼看着却见死不救！你个狠心狗肺的糟烂玩意儿，一副黑下水！不对，这根本就是你们一家子做下的扣，就是想把你兄弟折腾进去受苦呢！你个挨千刀的下贱货，黑心烂肺的，生下来就该烟尿桶里浸死！我去！骂完见3儿子又再哆嗦了一下，脸色青紫，整个人都呆住了。丁老太太这才满意了，拍了拍身上的灰土，站了起来。赶紧的，跟几位兄弟说说那炭窑是咋回事儿，别让他们白走一趟，这事儿不就了了吗？嘿嘿嘿，成了，让我把炭窑的事说给几位哥哥伯伯们，也没什么不行的。这话听起来像是有些服软了。老宅的人和炭厂的人同时露出了笑模样，异口同声地道：“那就赶紧说呀，等什么呢？”这位大哥，炭窑是我家的，你想要拿到有关炭窑的技术，总得跟我这个正主打商量吧。1文钱没见着，我为什么要把炭窑的技术交给你们？我吃饱了撑的。还不回家把东家给的银子拿出来，再磨蹭一会儿，可就是10倍的银子了。死丫头，就几句话的事儿，你磨叽个什么劲儿？我去，那就随便吧。你们该要钱要钱，该还钱还钱，跟我们家都没关系。别，高山哥，咱们回家了。二爷，别就这么走了，不是说要教村里人烧炭的吗？你给咱们个准话呗，啥时候交？
就是，有钱大家赚嘛，藏着掖着的可不好看。何况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，可是有理正作保的。真是一群贪得无厌的。我家的窑没了，砸烂了，我没办法教你们了。看这家的大哥和四弟觊觎自家的炭窑，老太太为了救他们，反倒把老三家说成杀千刀的。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村里的乡亲们没拿到好处，还上演了明抢戏码。炭窑砸了有什么大不了，就再重新建一个呗。说了教我们的，不能说话不算数呀。个别村民也都一脸期待地看着丁小白，似乎都在等着他给出一个准确的答复。李正抚了抚额头，心里那点为村民谋福利的心思淡到了天边去。这样的乡亲，别说是丁小白了，他也是看不上的。这话你们还真好意思说？你们谁家有了赚钱的门道，恐怕也不会摊开来给大家伙说吧？任三所家有那个心，那是大善，是心疼大伙儿。可你们呢？重建一个窑干嘛？建起来在等着被人卖吗？真当三所一家是傻子呢？建了让别人捞好处啊，多明显的事儿，可不就是把三所一家当傻子吗？踩了人家卖好，还想人家叫手艺，亏不亏心呐？又不是我们一家的好处，全村的人都得，是大家的福利，我们惦记些怎么了？陈嫂子一张脸涨得紫红，骚得不行，忍不住上前一步骂道：你们凭什么惦记呀？二丫家是欠你们了还是咋的？凭什么他们一家被欺负了，你们不光看热闹，还替欺负他的人说话，回过头又要他们一家分你们好处，脸呢？骂了的乡亲们一大半也都是红了脸，心虚的很，可到底还是不甘心。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我就不信你心里不惦记，以为这时候说好话，二丫头就能把炭窑的秘密偷偷告诉你了。做梦吧，有理正在，炭窑的手艺就是大家伙儿的，谁也甭想独吞了去。就是三所家自己想保密，那也是不成的。合着我家糊口的手艺，还非得上赶着教给你们，不教还不行了。这是哪家的规矩？就算是磕头拜师，手艺都不见得能学全，师傅还要留一手保命呢。我们家凭什么就得白教给你们啊？真想问一句，你们家里的银钱，我若是开口就要，你肯给吗？手艺就是银钱，这个道理你们不会不懂吧？对，丁家的炭窑自然是丁家的，就算有我这个李正在，也不能抢了人家的窑说是村里的。我要真那么做了，跟丁家这两兄弟又有什么区别？不过是他们赚了好处归了自己，我赚了好处平分给了乡亲们罢了，都是抢了人家的东西，只不过我没攥在自己手里而已，本质上没什么不一样的。说实话，我真没那个脸，都散了吧，各回各家。三所，这次是淑儿对不住你，没把事情处理明白，白费了你们一家的心意。没关系的，叔。怎么回来的这么快？村里出啥事儿了？李正把大家伙儿都叫到祠堂去了。小何，这次我是真的放下了，我也不是那没脸没皮不长心的人，他们一再的伤我，这次算是到头了。说着话就有点哽咽，强压着情绪，把祠堂那边发生的事情都跟媳妇学了一遍，半点没瞒着。一直都以为村里的乡亲们都是淳朴的，没想到竟然会做出如此厚颜无耻的事来，这跟明抢有什么区别？果然是财帛动人心啊！算了，既然没人领情，咱们又何苦做那费力不讨好的事？以后就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吧。值得帮的咱们就帮一把，不值得咱们伸手的，咱们也不必多管。谁也不是挨了骂还不记仇的。这话真是说到丁小白的心坎里去了。爹娘要是早有这样的认知，何苦被人欺负了这么多年？爹，这回窑也没了，咱家也没什么可忙的了，你就安安心心的琢磨你的家具吧。给我和妹妹做2个漂亮的箱子，要雕漂亮的花儿，还要一个挂衣服的柜子，再加一个梳妆台。爹，我也要个柜子，你给我雕个竹子花样的。好，都做。还有二丫，你不用担心爹，爹这回是真的想开了，不会再为那边的人伤心难过了。没谁是挨过10回巴掌还不嫌疼的，那得多没记性啊！咱家的炭窑真的不弄了吗？那家里的金项不是断了？不弄了，原打算多烧些炭攒着，天年根或许还能再赚上一笔，可看眼下想赚也安生不了，还是算了。不过没了炭窑还有别的，赚钱也不只有那一条路子。我这回去镇上，就是想看看还有什么别的机会没有。对于炭窑被砸，丁小白倒是没什么心疼的，能让丁家老宅闹个鸡飞蛋打，才是让他最开心的事儿。坏人就该遭报应。还有帮村里创收的事儿，之前我还担心万一效益不好，自己会不会落下埋怨，现在也一身轻了，真是没有再好的了。就到这儿吧。壮，你看着妹妹些，姐姐回来给你们买好吃的。姐姐放心去镇上吧，小朵听话呢。我听哥哥的话，姐姐快去快回。我想吃麦芽糖，姐姐给我买吧。这个时候哪有麦芽糖？
姐姐给你买糖葫芦吧。糖葫芦是什么东西？好吃吗？丁小朵好奇地问着，然后咂巴了2下嘴。姐姐说好吃的东西一定错不了。被妹妹这么一问，丁小白眨了眨大眼睛，仔细地回想了一下，他去了镇上几次，好像真没看到有卖糖葫芦。可我记得看到过有卖山楂果的呀。对了，是在药铺里看到的。看来这时候的人还只是拿山楂当药用，是不是不知道山楂果也是可以当水果零食吃的呀？高山哥，除了做药，没有人吃山楂的吗？原本也有人采来吃，不过山楂那么酸，又有别的水果可吃，渐渐也就没人吃它了。只要铺里还有卖，听说熬煮了可以治小儿积食。原来是这样，不过只要有山楂果就成，没有现成的糖葫芦，它可以自己做。行了，姐姐去镇上买山楂果，回来给你们做糖葫芦，保证你们吃了这回想下回。说完，高山带着丁小白往镇上走，突然碰到卖炭窑的佟大彪。你的炸药回来了。老寨那边说没嫌疑，丁家兄弟给我们打了10倍还钱的欠条。不过佟大彪皱了下眉，到底还是多了句嘴。丁姑娘，你们家就是那边的3房吧？那边好像商量着要请你们家要钱还债呢，你小心着些。是没有再恶心人的了，老寨那边还真是没完没了，既吃不记打的货。正好你啥时候回炭厂，我和你一起回去，有笔生意想跟你们东家谈谈。这么顶点个小姑娘，有什么生意可谈的，还要跟自己东家谈？开玩笑呢吧？虽然怀疑到底还是领着丁小白去见东家。丁姑娘，咱们不用进炭厂的，再走个3、5步，看到那个院子了吗？我们东家歇在那了。佟大彪领着丁小白和高山进了院子。眼前这人明显年纪不是很大，仔细看应该不会超过22、23岁，却因为留的那一绺胡子，让年纪往上飘了飘，一身穿着倒是干干净净的。见过秦东家。丁小白朝着上手的人轻施一礼，在路上的时候，他就已经跟佟大彪打听过这位东家的姓名了。好说好说。秦龙飞半点没怠慢，抬手一抱拳，眼神也跟着瞬间亮了起来。这个小姑娘有点意思。听大彪说你想跟我谈点生意，我倒是有点好奇，你有什么生意要跟我谈的？秦东家，您不是想要买炭窑和烧炭的技术吗？我要跟你谈的就是这个。小丫头，你家的窑我已经花银子买了，你这是想要来卖2遍，真当我秦龙飞是冤大头，让你们丁家人耍着玩儿呢？秦东家，您这话才是跟我开玩笑的吧？早就听说您做生意一向眼睛雪亮，怎么可以拿这话来诓我一个小姑娘？丁家哥俩收了你的钱不假，但那是他们和您的生意，跟我没关系。现在的情况是，丁家兄弟收了钱却没有卖给您，不然佟大叔上哪去收那10倍的欠款？我是炭窑的正主，我的窑我说了算。现在送上门的生意您是不想要了，那行吧，既然您没有诚意，就当我这趟没来。丁小白也不废话，转身就朝外走。哟，小丫头脾气还不小，我的弟儿是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。果然是草莽英雄，我还真当秦东家如传闻那般仗义公道呢，原来也不过是传闻而已。在我的地盘上还敢这么跟我说话，胆子不小啊！看来你是不知道我秦龙飞的手段。秦龙飞对丁小白的兴趣又再上涨了几分，不过他还不想就这么放过小丫头，这么点个丫头倒是激起了他的胜负欲，是怎么回事？这年头小孩子都成精了不成，一个两个的都赶到我眼跟前而嘚瑟了，是我老了吗？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呢，我们做什么了？你就在这儿喊打喊杀的，我不过是来跟秦东家谈个生意，你想谈就谈，不想谈就算，嘚瑟2个字从何谈起？我没那个资本，秦东家也不必平白安在我身上。秦龙飞用力地拍了2下巴掌，好样的，巾帼不让须眉呀！不对，应该说自古英雄出少年，这么小的年纪就能有这样的气魄，真是不错。赶紧的，不是要跟我谈生意吗？来这边坐，我看看你要怎么跟我谈。我可跟你说，想占我的便宜可是没那么容易的。男人的态度转变得有点快，连一向镇定的丁小白都有点懵了。不过他可是半点没犹豫，直接就跟了上去。人家都夸他有气魄了，他可不能丢了自己的脸。要谈就谈，本姑娘还会怕了你不成？林姑娘是吧？刚才多有失礼，还请你见谅。这么小的年纪就要跟我谈生意，我多少也要考量一下的，你说是吧？这算是什么考量？秦东家想跟我谈生意，直接谈就是了。生意嘛，不过是你来我往，有一项就坐下来好好谈，不靠谱撵走就是了。若无理也算考量的话，那我无话可说了。好，都是我的不是，我向丁姑娘道歉，不该对你无礼，还请丁姑娘见谅。那咱们现在就来谈生意吧，如何？没想到秦龙飞还真能放下身段来跟自己道歉，再端着的话，倒显得自己小气了。谈正事吧。丁姑娘，丁家兄弟来跟我谈的时候，
说是家里有个炭窑，成炭率相当的高，品相也非常不错，我才付了银钱的。刚刚听大彪说，为了不让丁家兄弟得逞，你们把炭窑砸了，说炭窑是你们家的，那咱们现在还谈什么呢？而且大彪也看到了，不过是一个就着地势挖的简陋窑洞而已，我们试着挖一个就成了，你窑洞没了，现在还有什么资本跟我谈呢？秦东家要真是这么想的，我就更无话可说了。如果只是挖个炭窑那么简单，以你们炭厂的人力物力，又何须花钱去买？秦东家不是外行，这里面的门道自然清楚。烧炭看着简单，却是个技术活儿。挖个窑简单，想要烧出好炭，不出废炭，可就不简单了。那丁姑娘就跟我说说吧，怎么样才能烧出好炭来，还能不出废炭？我这里可要洗耳恭听了。上回那丁姑娘就跟我说说吧，怎么样才能烧出好炭来，还能不出废炭？我这里可要洗耳恭听了。想捡现成便宜吗？糊弄小孩子呢？丁小白说完这话就红了耳朵，他现在可不就是小孩子吗？一时激动，倒是忘了，轻咳了一声，赶紧往回找补。秦东家要是时间多的是，愿意自己挖个窑慢慢玩，那咱们就别在这磨洋工了，特没意思。没想到小丫头3、2句话就占了上风，自己要是不服软，小丫头真可能不跟自己谈了。听童大彪说，他们3房是被丁家老宅赶出来的，净身出户，连根针都没拿走，家里穷得很。可看小丫头的架势，生意谈不谈得成的很是无所谓，并不像急着要钱的样子。而且那个磨洋工是啥意思？是让自己别磨叽了吗？丁姑娘倒是个心急的，我总得看看你说出来的法子合不合用，才能决定这生意做不做得成啊。做生意本身就是有风险的。秦东家啥时候听说买房子还要先把房子给人看，对方才决定买不买的？而且就算我的法子好用，你的人却偏偏又不好，烧不出好炭来，难道也要算到我头上不成？你这话简直就是没道理，竟然半点也唬不住小丫头。秦龙飞这时候是真服气了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又是我错，丁姑娘消消气，你就说吧，炭窑的技术想卖多少银子？如果我们完全按照你的方法做，能不能保证我们出整窑的炭，而且都是好用的？那是自然的。高山哥把咱们的炭拿来，让秦东家看看咱家炭的质量。炭拿过来了，秦龙飞接过一看，眼睛就冒出光来。果然是好炭，怪不得丁姑娘这么有底气，这买卖我做了。只要丁姑娘能保证我能烧出一样的炭来，大彪去让账房拿银子，快着点，再拿纸笔墨砚过来，我这就跟丁姑娘签合约书。哎，厚礼，我这就签。童大彪乐颠颠的反身就走，走了2步回过头，童大彪憨笑着问道：东家让账房值多少银子？给丁家兄弟多少就给丁姑娘多少，难道还能亏了丁姑娘不成？童大叔，您先等等。话落，丁小白转头看向秦龙飞。秦东家，我的价码跟那2兄弟可不样，我把炭窑的基数卖给您，可就是堵了我自己糊口的路子。那兄弟俩是无本的买卖，我可不是。我不只要教你们垒窑，还要教你们如何烧炭。这些丁家兄弟能教你们吗？我们的价码自然不会是一样的。这话把秦龙飞堵了个哑口无言，好半天才嗫嚅着道：我跟丁家兄弟买的也是烧炭的技术啊，不然买个没用的窑回来干嘛？可你们买到了吗？他们没技术呀，连窑都没有，哪来的技术？只能说你被他们骗了，这事儿您得找他们算账去，跟我可没半点关系。秦东家，您是聪明人，应该很清楚，买了他们的窑，你们得自己琢磨着盖窑，琢磨着烧炭，也不知道得费多少功夫，才能找出合适的规律来。买我的技术就不一样了，我能让你们直接就盖出合格的炭窑，第一窑就能烧出好炭，不会浪费半点材料。您觉得哪个更划算？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要说明，我教给你们的烧炭方法不会再有这么大的烟尘，工人会减少生病的几率，您也不必隔上3、2年就淘换一批工人。秦龙飞这下子是彻底服了，小丫头竟然连炭厂经常要换工人都知道，想来对烧炭是真的门儿清，不知道自己还要顺便赔上一笔医药费呢。那你想要多少？既然丁家小姑娘已经把话说得这么明白了，秦龙飞也就直接开口问了。丁小白听了，伸出2只小手，10个手指头。丁家兄弟的10倍。你不是想要替丁家兄弟报仇，把他们的债再赚回去吧？我可是听说丁家老宅对你们家特别不好，你这是以德报怨。以德报怨，何以报德？我还没缺心眼到那程度，被人欺负了还任劳任怨的。我不是圣母，也不当傻子。圣母是啥？没人听得懂，但傻子是啥？在场的人可是没有不明白的。行，10倍就10倍，这些钱你要咋花是你的事，我管不着。只要你把我的人教好，能烧出好炭来就成了。
好的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您让人备些石料、青砖、糯米水、细沙土这些，我明天过来指导工人盖窑，也不用备的太多，够盖一间炭窑的材料就差不多了。记得把材料放在暖和些的屋子里，不然不等炭窑盖好，材料就要被冻上了。你的炭窑不是就地挖的吗？怎么听你刚才说的意思是要用砖砌呀？我就地挖窑是为了省钱，不过是凑合着用，家里穷的饭都吃不上了，哪有钱买砖盖窑啊？原来如此，我还当炭窑就该在地里挖呢。那咱们就说定了，接下来辛苦丁姑娘，明天我派车去接你。有车接谁还走路啊？丁小白也没跟秦龙飞客气，爽快的点头应下了。这性子真是对了秦龙飞的脾气。